分钱，1分钱，3缺1，手把手，5分1毛的，玩不起是咋的？钱都还在，还没被派花贼带走，英子也还活着。连续6声钟响，复苏了钱一文的记忆。接下来他会将完全不顾他6个月的身孕，硬是把带着温度的1块8毛2抢走，然后不管这娘俩出门耍牌。看着钱一文一步步逼近，英子慌了，下意识地捂住了裤腰带。你也坐上来吧，你更怕凉。你看紧了孩子，有什么动静也别出门，我出去一下。这个人是睡糊涂了吗？兜里连半毛钱都没有，和人家空手套白狼吗？今天怎么这么痛快？不声不响就把钱拿出来了。你家里没老娘们儿，你哪儿懂？给老娘们点好处，趁老娘们迷糊的时候，要啥还不给？你他妈还真使劲儿啊！不使劲你能长记性吗？说我可以，不能说我家。英子，快走吧，别汪磨蹭了。再不支起来，不等8圈下来又拉闸了。你们走吧，以后也再别来找我了。我靠！我他妈还就不信了，你这花尾巴狗今天还改吃粮食了！滚犊子！既然重生了，我首先要阻止儿子被偷走，也不能做出抢媳妇儿那种混账事了。这能行吗？老娘们家的，少说这丧气话。英子，英子，爸妈，你们咋来了？啊，你在家呀？英子，快开门，爸妈来了。你拿这玩意儿干啥？我打算磨一磨，明天要用。你没和二狗子去？没去，以后再不他们混了。妈，按着那么咱们咋来了？你三姨奶病了，去看她了，顺便来这瞅一眼。妈，你们吃饭了吗？我去给你们做点儿。吃过了，发面馒头保着呢。又打你了？没有。他拿那玩意儿干啥？妈，要是这么打，也就一下子人就完了。看一眼就中了，往回走吧。我和你爸过2天再来。过2天还来？媳妇儿，你睡炕头，照看好孩子。有我在，谁也别想再碰你们。媳妇儿，醒了啊？快趁热吃。啥呀？鸡蛋糕。这是几个鸡蛋？4个，够你俩吃了。4个，不留着抱窝了。有鸡就不愁蛋，你这身子要紧，快吃啊！等儿子醒了，你又吃不着了。媳妇儿啊，我出去一趟，你在家千万守好儿子。干啥去？明天过节得吃粽子，我去买点精米，咱也包几个。先把眼前的日子撑起来。玉植7分，柴胡2毛5，桔梗1毛7，生麻9分，苦杉6分。同志，重丰咱这不收吗？重丰是啥玩意儿？没听说过啊，就是7叶一蒸花，那玩意儿没人要。把土抖落净了哈，不然扣你秤。放心吧，同志，保证不带土不带泥。 6块9，同志，帮我看一下自行车，我马上就回来。你可快点啊，时间长了丢了我可不管。马上。同志，来根这个。你这是干啥？同志，乡里的事儿你熟，想和你请教请教。啊，想问啥事儿你说吧。想挖点药补贴个家用，你帮我支招，咋能少出力多挣点？这个你会分等吗？有个标准我就能分。你要是能分等，再自己加工好了，就能多卖不少钱。大哥，咱们有等级标准，为啥还统收？好多人都不算细账，也懒得回去晒，刨出来直接就送来了，搞得我们月月长秤。大哥，那我以后就按照咱们的要求加工好再拿来卖吧。那感情好了，你会加工？抽心远志、扒皮桔梗、火燎生麻、棒打苍素。大哥，
我略懂。看不出来，还懂得不少。大哥，过奖了，以后常来常往的，你可得多照顾照顾我。没事儿，没事儿，十里八村的都是乡亲，谁还求不着谁呀？那我先谢谢大哥了。小伙儿，吭哧瘪溜的在山里跑几个钱儿出来，不易，花这个大价钱干啥嘛？这得顶7、8盒金葫芦了。你今天手气好？运气不错。你以为我去耍钱了？不是吗？不然你哪来的钱？等一会儿我再和你说。我都说了，以后不耍钱了。那你哪里来的钱？我在小青山上采了点药，去平安卖了。6块9，这得多少东西才能卖这么多钱？不能挑。为什么？挑了更疼。好，那就不挑。满嘴的麻花先别给他，别再噎着他。儿子，来，爹给你洗白白。爸爸，你吃。儿子吃，爸爸不饿。你咋买这么贵的香皂？肥皂不也一样退泥？嘿嘿，哪有这个香？你闻闻。别抹太多，抹多了晚上睡觉都蹭被头子上了。好，那就慢慢来。肉粽子哪有吃肉粽子的？你咋不买肥一点的？是不是还能搞出点油来？你帮我看着点火，火上不去，整不出那味儿来。没出息。开饭喽！你看着点儿，别烫着儿子。儿子，来，吃一口肉肉。你倒是吃啊！这是怎么了？太阳真能打西边出来？都不记得上一次他抱儿子是什么时候了。小钱多肚子小，不能吃太多，剩下的给妈妈和弟弟吃，你得多吃，吃出个2人份来。真香呀，眨眼睛了！这么大的灯泡子，这得多少电？哎呀，忘了买几个鸡蛋了。没有，就别吃了。你别出屋，我出去一趟。昨天没等来拍花贼，今天还是不能太大意，万一是自己记错了日子呢？哎呀妈呀，整这么大灯泡子，这得多少电？哼，这心就不够你操的了。哎，那可是你亲侄儿，操这闲心，你也不怕烂痱子？是四叔和四婶，咋这么香？这得是多少肉味能飘出这么老远？走你的得了，也不怕崴脚脖子。再香，他爹吃这一口了，他妈吃这一口了。等我2步，都没亮了。你急着投胎呀？怕去晚了假死呀？妈还在三姐家里，可眼下老太太还在姐姐家里。你干啥？我摸摸儿子。不是在你那边吗？我摸摸这个。本来他是想好好陪妻儿一起过个囫囵节的，但是从零开始的创业，每一分钟都值得珍惜。一大片苦参，这是昨天就看到的。虽然这东西不值钱，但得来容易。掀起一块肚皮，四周的土一散开，就像是捡东西一样容易。你这大过节的，不在家里眯着，还往出跑，刚巧要买点东西，就顺道挖了点药。路太远，不能空跑。你这点东西卖的不亏，顶着露水来的都能拧出水来。成家了？成家了。大哥，还得麻烦你帮我看一下车。去吧，去吧。大哥，合作社咋不卖秤呢？你看看你，这又是干啥？社会风气都是被你们这帮人给带坏的。大哥，细水长流。乡下人有几个能用得着秤的？这么多年，供销社就没卖过秤，想买得去县里。你留一盒抽吧。大哥，我不会抽烟。这玩意儿有啥会不会的？鼓捣鼓捣就会了。小伙子，都有小孩了，几岁了？3岁多了，老二都快出生了。啊，这得交多少钱呢？我们夫妻俩都是少数民族，不算超生。哦，我说的呢，多大家底子敢这么干？大哥，过2天我就开始送分等的药材了，到时候我有啥不懂的，你可得多指点指点。重点先连来几样，不能搞得太杂。怎么个收购法呢？有了。
像苦参、玉竹这些便宜东西，就比供销社降1分钱；那些贵的就降3分。让乡亲们少走了几十里路就能拿到钱，也不算心黑。嘿嘿，得让他觉得自己有价值才行。这些钱都放你这儿。啊，这可算是见着回头钱了。嘿嘿，别太高兴，可能只是个过路财神，而且还得干活。你这到底是要干啥？我想和我们舅了一块儿的，丁也揪到会儿，工作好冲升，然后找油粮搭下，到举个工作长的工作才会不好。媳妇儿，上山药挖回来药，我自己一个人去采药，拼死拼活的也刨不出多少钱来。我收湿的晒成干的，挣1分钱，干后再分档挣1份钱。我也不懂这些呀。以后我连采带加工，有人来卖，你就给看看秤就行，别的啥也不用你干。这能行吗？上哪儿整底子钱去？那不是吗？就这点钱能够吗？咱们一边收一边卖，慢慢的就倒腾开了。你就等着富婆吧。富婆是啥？富婆就是有钱的媳妇儿。几年了，第一次觉得放在锅台上的钱是安全的。这小子准瞄的时又赊账来了，尤其钱一文这种赖着不还的，真招人烦。李叔，借你块地方，把这广告贴一下。你要收药材，李叔，我这不是收药材，我是给平安供销社代收，最后还得多送到供销社区去。供销社给你小子多少好处啊？李叔，供销社给我1分钱的差价。好，赶紧挣点钱，把账还上吧。下个月就来查账了，你还不上，又得我给你垫上。李叔，给我拿1瓶胶水，先记上，忘带钱啊。整点浆糊贴上不就行了？还得花钱买胶水，啥时候来清账？李叔，你先拢好，1个礼拜之内我准还。你都欠了2年，要不是看在你死去的爹和老丈人的面子上，我早猫的跟你急眼了。李叔，你这么说话有问题，我老丈人比你都硬实，还得借你毛笔用一下。给你，你小子赊账不说，还得白用东西，而且还瞄的跟我一个文化人挑字眼儿。踏踏实实的取信于人，别第一步就让人害怕。知道了，李叔。眼下虽说生产队的院子早归了个人啊，但才解散没几年，大家还没有适应过来，有事没事儿都想来这里点个卯。1文钱，这贴的啥玩意儿？刘宝珠吓我一跳，自己不会看吗？广告，我看看啥广告？我说1文钱，咋还想起来做卖了呢？这风里来雨里去的，哪有推牌就自在呀？我干啥还得用你管？切，我哪有那闲工夫搭理你？我看你这也没多少差价，再掉点秤，还不得赔死你？你有事儿没事儿？你再这样，我忍不住动手了。呸！书刷不成事儿，还跟我牛哄哄的。不对，这小子混是混点儿，但终归不傻。这里边肯定有点事儿，我瞄着还能眼睁睁的看着你把钱挣了，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界，也不想想这地界谁说了算钱。四叔，你来干啥？四叔，打明天起，我要给平安供销社代收药材了，在你这儿贴张广告。啥？四叔，就是这个，你先看看。这写的这是什么玩意儿？一个都不认识。自打三哥去世以后，我从来就没有设想过，还能和这个败家仔坐得这么近。四叔，我爸去世的时候，你买的寿宽才花了多钱？
现在突然旧事重提，你还能有心给我是咋的？你买这玩意儿干啥？还抽上烟了？别人给的，我没抽。四叔那寿凯，你心里有个数。我爸有儿子，这钱不能让你花，过一段时间我就给你。好好过你的日子吧，让老婆孩子好过点，让你妈少操点心，比啥都强了。四叔，我过2天我就把我妈接回来。咱们老钱家哥4个生了一堆丫头，就你这么一根独苗，你得往出息了混啊！李豆腐酱今天咋没干豆腐呢？四婶儿，干豆腐卖没了。砖头子，我说你以后再卖豆腐，能不能先走我们这趟街？吃你点豆腐咋这么难呢？刘支书和李德福那趟街有钱人多，你就不往我们背街走了？怕我们不给你豆子？婶子，我都快40的人了，你咋还叫我小命？我儿子都给你学会了。你还能大过我去？谁让给你起这名了？四叔，你那钩子秤借我用几天？收上药材了，没个秤不行。中，你要是真能把日子过好了，把我借给你都中。一天天的净瞎咧咧，把你接出去了，我咋整？那不是还有驴吗？啥活还不能干？你个老不死的，又胡咧咧。这老两口还是这么爱拌嘴。正好四婶想跟你说说话呢，你就来了。谁都知道吃香的喝辣的好，谁都想把屋里头整亮堂的。可这过日子就得讲究个算计。以往点洋油灯的时候，点根蜡都觉得挺好了。你说四婶说的对不对？破车嘴，啥都想管，你给人家当家去吧。咋的？我说的有错吗？四婶说的对，我这回都上心过日子了。收那玩意儿能行吗？去了糟的能剩钱吗？你放心吧，四叔，我已经挖了2天的药了，把路子都磨好了，赔不了。你收药，合作社给你垫的钱。四叔，等我挣来钱了，给你买杆盘子挣，能给我还回来就行了。花那钱干啥？正不用的时候留墙根放着，别让人给踩坏了。这个完蛋玩意儿，真想起来过日子了。吃粽子喽！这年月吃几斤大米都得拿苞米去换，更别说这年大米了。这个可真不行。你咋没买点酒？不喝了。家里还有红酒，呸！日子过成这熊样子了，我还有心思惦记拉宴呢。这不是那瓶陆中人参酒吗？这喝还是不喝？一杯还不到1两，应该没有大问题，到不了乱七八糟满嘴的药味。媳妇儿，这酒是哪来的？二舅在那个国营的清风山路场，他给爸送来的。二舅，清风山路场，二舅还在那儿吗？那可是端着铁饭碗的正式职工，哪能说走就走？我知道了。这么有劲儿的东西，不把它投放到市场中去，对得起千千万万的男男女女吗？这件事不是3、5天能挑起来的。这个时候，个人估计还有很多困难，慢慢来吧，步子要稳。这才有个药材晾晒场的样子，活儿也干了，还把酒劲儿给散了，省得一会儿酒精上来搞事儿，挺好。我刚才得倒吧，我拿免线吧。媳妇儿，你帮我把这麻袋缝补一下，明天早起我得用，这个实在是不会了。你明天还去采药？得去啊，不然真来一大帮人，咱拿不出钱给人家，那多没面子。要不我也给你洗洗。等会儿吧，没几针就完事儿了。第一次看孕妇的脚，原来竟是这个样子，肿得像个小馒头一样。你干啥？你缝你的，不用你管。我一会儿自己洗洗得了。你能哈得下腰吗？儿子不难受吗？给爸洗脸。麻袋挺贵的，坏了就扔不行。就算补到无能为力，只要不遭懒都不能扔，还可捡了补别的麻袋，最后还能垫鸡窝。你不是说不送鲜货了吗？怎么又整这么多湿的送来了？大哥，刚刨完，一算计路程，
还是往这边走比往家里赶近点，就直接送过来了。都是苦参？嗯，都是苦参。这玩意儿跟虚参，可得一把子好气力。你这可是够恨宰的了。没事，这车皮实，驮上3、4个人都没事。车倒没事儿，这一路上刚下坡的，就你这小身板子，可是真够你呛的。就别去皮了，整数好算账，刚好7块2。大哥，咱哥俩也见了几次面了，你又这么帮忙，我都没问问大哥贵姓。免贵姓王，王维忠。大哥，我也常在镇子上抓药，怎么看着你面生呢？我是做树沟那边的，儿子毕业了分到这里上班，就把我给调过来了。小伙子，你贵姓啊？大哥，我免贵姓钱，钱一文，你叫我小钱就行。你是三合堡的？是三合堡的。原来那个电影放映员？对，就是那个差点搞出人命的放映员。这可真是好事不出门，坏事传千里。这么点破事儿，连一个从外地来的人都知道了。大哥，你再帮我看一下车。干啥去？去前屋买点东西。还有呢，家里老婆孩子的，还有个快要冒头的，花钱的地方不少，别乱花钱了。大哥，那我就不和你虚头假脑了。等我做起来之后，我给你来成条的。大哥，咱们收上来的药材是等着客商来采购吗？不是，到时候了，县里会来人统一拉走。那再往后呢？再往后，听说是到了省里后统一分配，到底是咋回事儿，咱这最底下的人就不知道了，也没打听过。那县里什么时候来拉这些药材？每个月的月底，反正就那几天，说不准哪天来。哎，谢谢大哥。王哥，我先回去了。好好，回去坡大，慢点儿。顺子，下回挖完了把土好好抖落抖落，这回就这么着了。再要是这样，我可就得扣你的秤啊！知道了，婶子。一共5毛6分钱，给你。谢谢婶子，明天我们再挖，我先拿回去洗一遍再来。这在屯子边上就挖到了。不能洗，你这一洗水都湿透了，不是更压秤了吗？难怪不长个儿，都让心眼儿给坠住了。给我，你去坐着吧，算明白账就行了。手上快没钱了。嗨，媳妇儿本来想让你当回富婆的，没想到成富婆了。你怎么还把你自己藏着的几块钱也用上了？给你，特意全都要的零钱。还是我考虑的周到吧。一共7块2。媳妇儿，你先带儿子进屋吧，我把干的挑出来。这玩意儿抖落起的灰都呛嗓子。搭一宿露水，不是又湿了吗？那不然先添起来。隔啥汤？咱家一块塑料布都没有吗？谁？谁呀？没事儿，好像是谁家老母猪又跑圈子了。跑圈子啊？那赶紧通知下乡亲们啊！还有多少钱啊？4块5。4块5，4块5，哪怕是再有10块钱也好，就不用再上山自己采了。我这儿还有5块。今天的药材不是都花出去了吗？今天爸妈又来了。去，你先坐炕上，还没到你呢。要是能多有几块钱，是不是就真不用自己去采了？不过也不要紧，只要药材晾干了，我就去送。勤跑几趟也能倒开。哎呀，这还挺知道心疼媳妇儿的呢。快把抹布给我。怕啥？又不是外人。等你行动方便了，你得给我洗。这一院子的药材都是今天收的？都是今天收的。
收这些得不少钱吧？花了10好几块钱呢。都是合作社给垫的。合作社？不是呀，都是他这2天采药卖的钱，再加上家里还有一点儿。四叔，能凑个10来20的，也就差不多够了。你小子咋知道我兜里正揣着这20的？你四叔的老本都在这儿了。走回家。才说这么2句，咋就急着走呢？那咋的？你还想在这儿过夜呀？你个老犟种，就和我扯脖子喊这点能耐，干啥来了？你忘了呀？你三姐捎来信了，说她家土豆子留多了，去了栽种，还剩了2麻袋，过几天窖里反水就留不住了，让你早点去拉回来。真的吗？那太好了，正好把我妈也一块接回来。你打算咋去呀？我有自行车。你那玩意儿，驮了土豆子，你妈咋整？拴后边回来？那不是还有驮座吗？啥玩意儿？颠颠哒哒30里地，也不怕把你妈尾巴蹬2半了？赶我驴车去吧，咋也比你那玩意儿强。我再挖一趟，咱不能全靠别人。看昨天的样子，今天还会有更多的人来送药材。今天钱一文没挖太多的药，时间短，挖的也少，总共4块3毛2。王哥今天收获少，先给你来2盒，你先抽着。都不容易，哪好意思抽屉抄你的烟呢？这年轻人，你坐一边付钱就行，我来。英子，你去看看，好像是二大爷。二大爷，你咋不进屋？我看你们都忙着呢，给你还热乎着呢，给孩子吃。手里是2个窝窝头，动作一下轻了下来。以后别往这儿拿东西了，啥都不缺，你自己留着吃吧。我听你四婶说这些东西能卖钱，就给你们刨了点儿。钱一文走过来，先看了一眼二大爷脚上和裤腿上的泥，再低头看看那半筐药材。二大爷，这东西我送到供销社，人家也是给钱的，我哪能白要你的东西？英子，给二大爷拿1块1毛6。啥？这点玩意儿能值这么多钱？你小子这么做买卖还不得赔钱？给你，你就拿着吧。这也太多了，说是给你们的，哪能要钱？我们也能卖钱，你这么大岁数啊，哪能白要你的？你看看，这不成了占你们便宜了吗？我刚买的麻花，你给二大爷都拿上吧。给小卤豆吃吧，正是长骨头长肉的时候。我这把老骨头了，吃不吃能咋地？放这儿了，记得拿回去。第1天收上来的山药已经干得差不多了，这些带点木质的根本来水分就少，春风一抽干得更快。英子出来看时，见钱一文正给干透了的苦山分等。先别分了，洗手吃饭吧。你先吃吧，我得把这些分好级，明天早点送去，不然资金链该断了。资金链是啥？好像超科了。钱串子，我说钱串子。那我帮你。也用不多一会儿，你带儿子先去吃吧，这会儿得大哈腰，你这身子不行。爸，吃饭饭。乖，跟妈妈一起吃饭饭。爸，举高高。好，把住了呀。快下来，你爸都没法干活了。儿子饿吧？来，先吃一口。爸爸坏坏。英子观察了一下，见钱一文正把那些粗壮些没干掏的往出挑。媳妇儿，你瞅你，像给我指明路似的，我可不敢用你。指明路？我怎么觉着挨骂了呢？等到钱一文装好了2麻袋，天也黑透了。这时门外的黑影又出现了。这一次钱一文没声张，故意磨磨蹭蹭的一点一点往门口磨着。走你！哎呀，谁呀？这不是三哥吗？这么晚了不睡觉，你这是玩啥呢？你瞎呀？没看着人吗？你看你这话说的，要是看着了，我能瞪眼睛往你身上扬吗？三哥，你咋还猫我家后面呢？
我撒泡尿不行吗？三哥，你这病得治啊！咋了？我看你都在那儿站了足有半拉点了，也没拉出一滴大来，怕是病得不轻啊！明明刚才你还说我没看见人，咋这会儿又说我在那儿站了半个钟头？这是咋了？三哥尿急，呲咱们家的墙根子，我一不留神砸到他头了。就屋里洗一把吧。三哥别半天了，你别耽误了人家事儿，整出大病来，你给治咋的呀？媳妇儿，这种人还是不往家里领的好。这好人你得罪他干啥？你不知道，光我看见的，他就鬼鬼祟祟的来了2趟了，指不定又憋啥坏水呢。你都知道他憋着坏心眼呢，还搭理他干啥？像上回一样吓跑他就得了。媳妇儿，可不是我招惹他，是他先把我贴的告示都给扯了。你咋知道是他干的？也没准是谁家孩子看着新鲜，扯回去玩了呢。跑不了那个摆摊的，那广告撕下来根本就没拿走，就直接撕碎扔地上了。那你也不该得罪这种人。你一天天的不着个家，剩我们娘儿俩，他要是得找麻烦怎么办？大白天的，倒不信他还敢把你俩咋地。我倒是怕以后送药的越来越多，你这身子又越来越沉，受不了。干点活能咋地？昨天妈来的时候还特意告诉我多运动运动呢。媳妇儿，我想让二大爷来帮忙。那么大岁数的人了，咱好麻烦人家。不能白让二大爷帮忙，一天给他块钱怎么样？那还行。二舅在鹿场是正式职工，1个月才块钱。咋了？给多了？说啥呢？给二大爷钱，多少都不多。这个扛饿，我明天带着路上吃吧。这几捆子干山椿，我看的有100多斤，2等货就能卖2毛多钱一斤，能卖20多块。我还挑了点柴胡、桔梗和苍铁，先拿去探探路子，再倒腾几天，给你买套的确来。这件结婚时候买的衣服，看样子也要穿到头了。买啥买？有那钱先留着做买卖吧，别哪天资金串子又断了。明天要是有空，收回点鞋口布和几指白花旗来，再买1包大马针。可千万别买啥衣服，这身板子穿上能穿出啥样来？再说眼下正是用钱的时候。英子说完半天没听见回声，抬头一看，钱一文已经睡着了。看他累得说睡就睡，心里那点埋怨也都化了。你咋来这么早？王哥，我这不是想你了吗？嘿嘿，今儿这嘴是抹蜜吧？咋这甜？今天的是干的还是湿的？王哥，今天全是干的，还是分好等的。那感情好，头一回这么收药材，不学习一下，还真汪汪就不会了。1等苦参2毛8，2等苦参2毛4，3等苦参2毛。黄芪1等是9毛6。黄芪，你这些里头有黄芪吗？王哥，刚开始收没收那么多样，我怕整乱了。那你也得把黄芪带上啊，那玩意儿根条粗，压秤还贵。我记住了，王哥，回去我就贴广告。咦，你这苦参咋没有1等的？王哥，才刚收没2天，那些大粗根子还没干高，要是湿的不干的就送来，不成了占咱们便宜了吗？小老弟觉悟还挺高，差那么1星半点的问题不大，堆到朝阳坡2天半不到不就干了吗？王哥对我这么好，哪敢再给王哥添麻烦？这个小老弟能处，翠湖不多哈。这东西山上倒是成片成片的，就是太细了，刨1天也刨不出几斤来。那是啊，要不咋能9毛钱收呢？一共28块5毛3。小老弟，这是打我在这上班以来一趟卖钱最多的。王哥，几点了？8点45、6了。王哥，你那这张全一点的表格能给我1份吗？哎呦，我就1份了。那就不用了，你先忙着，我先走了。等会儿你拿去吧，早点给我还回来就行。那可太谢谢王哥了。王哥，我回去抽空复印复写1份，再给你送回来。王哥，今天我有点着急，等我下趟来的。哎呀，用不着那个。都说董长贵的姑爷叔耍不成事儿，怎么看着不像呢？这一天天的正命似的干活，像个毛驴子似的。快点的吧，就剩几张小票了。媳妇儿，我这还有给你。这是多少？ 28块5毛3。
卖那么多？笑，下趟更多。二大爷累不累啊？累了你就歇歇，我替你一会儿。庄稼人干这点活还能累着？少整的虚头巴脑的，快去吃点饭吧。你们吃饭了吗？刚吃完，还剩不到2碗水饭了。那我赶紧吃，吃完了我就走。还干啥去？赶黑钱，再送一趟。这一趟少带些土参，多带点值钱的东西，以便周转。这个窝算是包不上了。什么东西这么香啊？酸菜土豆条，1碗鸡蛋酱，4、5颗羊角葱。媳妇儿，今天好丰盛呀！媳妇儿，咱家哪儿来的土豆？二大爷拎来的。二大爷，你和二大爷说让他帮忙了吗？说了，他可乐呵了，还说不要钱，咱到时候可不能不给啊。行，到时候你给。对了，晚上别让二老爷走啊，我买点好吃的回来，让二老爷喝一口。你这又来一趟，这是有多大一家子要养活，这么受累？王哥，来送货的越来越多了，我不多跑2趟，本钱周转不开。你这是干啥？我也没帮上你啥忙，一个买一个卖。王哥，你技不压等还给我支招，这就算是帮我大忙了。而且就算你这么天天敬着我，钱我还能多给你几块是咋的？那不都是小事儿吗？再说，这也都是我的本职工作。王哥那可不一样啊，多一句话少一话这回事吗？您多一句话，我这心里就踏实；少一句话，我这心里就没底儿。你就拿着吧，咱哥俩还得长处呢。你今年多大了？咋了，王哥？我今年26了。哦，属鼠的，和我儿子同岁。哎呀，你看我这没大没小的，那我得管你叫声王叔才对啊。别的听惯了，你一改，别再把我闪着。你拿2盒回去。王哥，我不抽烟，你忘了？你不抽，家里还不得有个来人去且啥的？听好了，以后可不能再买了，挣点钱多不容易。没事，王哥，以后我们挣大钱，这点小钱都不算个事儿。那就等你挣大钱了再说吧。好，就这么说定了。我着急回家，我先走了。路上慢点儿。明天可别这么起早贪黑的了，多让人不放心。二子，感觉怎么好像不太高兴呢？没事儿，跟李豆腐酱子怄得点气。英子，你说你也是，跟他生那份嫌气干啥？李豆腐酱怎么了？英子要称2斤干豆腐，他不卖给咱。这个老李头，现在这手工业者都这么暴躁了吗？这个李豆腐酱竟然敢拿客户不当一回事儿！你等明天我碰着他的。你别又惹事儿了，也不怪人家，欠人家2年的豆腐涨了100来斤黄豆，你说人家能不着急吗？人家说2句也不犯毛病，人家不指着鼻子骂就不错了。人家这不是卖给你了吗？你怎么还不乐呵？我花的现钱。那你更应该高兴才对啊！你看看整个三河堡，谁家能掏现钱买豆腐？好了，媳妇儿，我来做饭，你去李德富那儿打2斤酒，慢点走，不着急。咋的？这日子是不打算过了呀？看不惯你就一口别动，也没有外人，你整这些菜干啥？二大爷，没花多少钱。啥玩意儿没花多少钱？我可得信你，就这一盆子肉还不得1块多钱啊？二大爷，这得是多长时间没买过肉了？四婶也来一杯。齁辣的我才不喝呢，多吃几块肉不好吗？英子，来吃饭啊！你们先吃吧，我把锅抬拾得出来。这毛病可得给他改一改，家里来人不让老娘上桌子哪行？都一块吃吧，哪有爷爷奶奶嫌弃孙子的？你们先吃吧，他一霍霍，别人还咋吃？没事，我看着。都一块吃吧，哪有爷爷奶奶嫌弃孙子的？英子这才慢慢挨着桌边坐下，孩子也被他护在腿边。二大爷，你多吃点。你也是真不寻思着给老婆孩子留个下顿？你吃你的吧，明天我再买点回来。15半糟的来这么一回还行，天天这么吃，有多少钱够造的？让你多吃点好的，你还数落人家，受穷的命。咋？我说的不对吗？不是过日子道吗？哼，这主穷横的，惹不起。二大爷，你猜我这趟卖了多少钱？还能有上午多，也就是20块顶天了。48块多，单据给你看看。我汪汪的不识字，你不知道啊？二大爷这2趟卖的加一起比本钱多了。那这一院子的药材都是挣下的，
可不是嘛，这买卖还中啊。可我看着好像下午你驮走的没上午多呢。二大爷，下午卖的都是值钱的。四叔，这是借你那钱。二大爷，这是你这2天的工钱，把该还的该给的都分出来。我都和英子说了不要钱不要钱的，怎么还给？我明儿就不来了。二大爷，这你说啥也得拿着，我们轻手利脚的，哪能占你的便宜呢？给我孙子攒着。四叔，你怎么不揣起来呢？先放你这儿吧，别给我送完了上去就行。不能，以后不玩了。有那记性吗？你汪汪的拧我干什么玩意儿？该瞎说啥？真就1碗凉水，让你给看到底了。他要是真能改了，这钱我就说啥也不要了。你咋啥话都往外说？钱一文一边看着四叔2口子拌嘴，一边掏出那包花生糖，拆开来递给2位老人1人1块。这带把的烟给我抽袋都白瞎了。二大爷，四叔说的你都听着了吧？我作证，你小子就好好干，不蒸馒头争口气，这钱就让他拿不回去。这混小子还中，还给他二大爷整个班上，汪汪的怎么不想着四叔点儿？你二哥不是给你和驴都安排活了吗？那能一样吗？人家是正式的，我就是个临时工，啥汪汪的临时工，工资也不提，不就是壮丁吗？四叔，回去慢点儿。这还能骑车了吗？这咋还冷不丁的上来虎劲儿了呢？不要命了？谁知道呢？自打节前我爸妈来那天开始，就跟变了个人似的。这人要说变也真是快哈，这些天真没出去耍。四叔他天天不是上山采药，就是往平安跑，哪还有功夫公玩啊？不行，是不是老钱家哪块坟冒清气儿了？四叔啊，咱可不能起得这么早，就是为了折腾老祖宗的。起来了啊？咋的？帮工还有错了？这都分好了，怎么不装起来呢？掌柜的不发话，咱也不敢动啊。干活不由衷，累死也无功啊。四叔，我看你们分的挺好啊，就是这苍桩得拿鞋底子在簸箕里好好搓一搓。搓它干啥？四叔，苍出这玩意儿就是这么个收购标准，得把须根子去掉。把须根子搓掉，搓秃噜皮了，那得掉多少分量？你小子是不是有点虎？四叔，你就听我的吧，气强颇美，你侄儿干不过你。说到药材，你可真没我懂。你，四叔，你这么早把毛驴车赶出来，这是要干啥去啊？干啥事儿都别硬撑那干巴强，想挣钱那也得一点一点来，哪能一口吃个胖子？再骑2天这玩意儿，尾巴根子都给你磨成猴腚。感情是媳妇儿为了我起了个大早了，去四叔给驴车刷咋来的？是我找四叔来的，今年这趟就麻烦四叔吧。嗨，啥麻烦不麻烦的，一笔还能写出2个钱字咱的。四叔，你这毛驴子脾气不大吧？顺毛摸索，别呛茬来，倒也没啥。你真不用我去？不是都说毛驴子脾气不好？再倔还能有老钱家人倔？也是，再倔也倔不过二大爷和四叔去。四叔，你在家帮我干点别的活。啥活？在院里给我搭个锅台。啥？屋里有锅，你还搭个锅台干啥？你就搭吧，我有用处，就按着12印锅搭就行。干啥呀？使那么大的锅？四叔，12印锅多大呀？锅口这么大？对，是得这么大。中，干啥还不是干呢？听掌柜的就是了。四叔，他一个人都行吗？等会儿，把这带上。英子把小棉被递到他手里，明显是给车板垫作用的。媳妇儿，你真好。加点小心，卖完了就早点回来。那天我让你买的东西，你是不是都忘了？啥呀？黑躺绒、鞋口布、白花旗，再买1包大马针。柜里妈打的胳膊还有点，我做几双鞋。买几双得了，就别自己做了。你都这样了，还能纳鞋底吗？哪有那么娇气？再说一双好的胶皮鞋得3、4块钱，花那钱干啥？那几样布都买多少？你就和店员说够做10几双鞋的就行，他就给你配了。还要啥？不要了。英子站在门口望着他走远，手还按着那条小棉被留下的余温。是鸟枪换炮了呀？那整的驴车，王哥院子里成堆了，自行车倒腾不过来了，借家的驴车。
好好，越滚越大了，好好整着，攒点钱自己拴一画车。难怪四叔和老丈人都整个私家车，看来这驴骡还是比人有用。这一趟卖的钱足顶以前的4趟啊，都来平安好几趟了。今天得去看一趟老丈人了。这一趟可是真没少卖钱。王哥，去了底子钱也没剩多少了。同志，这些东西哪种的样式比较新一点？这都是新到的，自己挑吧。同志，你帮我参谋参谋，20多岁小媳妇儿该选哪种好点呢？个人各有喜好，我哪知道你媳妇儿稀罕啥呀？那你就按你的喜好帮我挑一下吧，我真不懂这东西。你到底买不买？买！谁说买礼物非得花大钱？1块8毛钱，花点心思，照样能让媳妇儿和孩子乐乐呵呵的。谁来了？英子女婿1年多了没上门了，他咋还来了呢？会不会是那天？爸，下班了。你拿来的？买这么些东西干啥？有那钱你琢磨着把日子好好过起来吧。他哪来的钱？这准是又把英子那几块钱给抠出来了。不对呀，要是钱到他手了，还能想起来给我买东西。你哪来的钱？这酒可不便宜。我知道您要问这个。爸，我这几天在三合堡收药材呢，今天正好往这儿送药，寻思着来看看你俩。收药材，那玩意儿能挣几个钱？挣不了几个钱，但是眼下看还行。今天这一趟就卖了快170多块钱呢。啥玩意儿？170块钱？那得多少药材啊？7、8袋子呢。我交来的都是分过等的，干的就贵点。我骑自行车驮一趟还能卖20、30呢。干几天了？你和我妈去的第2天，我就开始上山采药了。本来想早点来看你们，但是前几趟来时间太紧，就没过来。哎呀，你看你这孩子说的什么话呀？那天我们就是上你三姨奶家，顺道到你们那儿看看。吃饱了吗？再给你盛一碗吧。爸，你别下地了，吃饭吧。可等钱一文跟丈母娘说着话到了院里，他到底还是拖拉着鞋撵了出来。这些拿回去给英子和孩子吃，我这啥意也不缺。爸，这几天我一直给他们买，现在车上还有呢，这些你们留着吃吧。妈，这锅不用了。大锅太占地方，换小的了。妈，要是暂时用不着，我先用几天。我那小锅太小了。拿去吧。正好，扣上省着道上蹲搭丢喽。你使这么大的锅干啥？泡制药材。爸妈，你们回去吧，我先走了。整这么个玩意儿，英子这一天过得不死不活的，啥时候是个头啊？都是你个温死的老冤送，哪只眼睛看出他能出息人？给了老王家多好，你看看人家。你把锅答应给他干啥呀？听这些天废铁又涨价了，他不是要给咱们当破烂卖了吧？挺大个人张回嘴，我还能让他闭不上吗？你说说，他说的收药那事儿能是真的吗？你问我，我咋知道？把那酒给我拿来1瓶。大晌午头子的喝这玩意儿干啥？给你灌吧，跟你撂句正经嗑比汪汪生孩子还费劲。赶礼拜天，去看一趟不就啥都知道了吗？那不是三湾子吗？你来干啥来了？舅，我来看你还不行啊？不好好在家干活，老往镇子上跑，喝得一身猫尿味儿，还好意思说来看我？舅，真是来看你来了。我们三合堡那个姓钱，是往你这儿卖药材了吧？咋了？我就问问舅，我也想收药材，你看行不行？果然，这狗东西是冲着我来的。药材的门路刚摸热，他就想顺着往里钻了。啥你都想干，干啥都2天半新鲜的，消停眯着吧，让你爹妈省点心。舅，你看你这话说的，
他一文钱都能干，凭啥我不能干？哼，就算你们老刘家烧高香了，也别总惦记走歪路子。哼，人比人得死，人家能一天骑车直达2个来回，尾巴都铲坏了，靠吃索密通顶着。我家有2马大车呀，哪有像他那么虎干的呢？行，我不小瞧你，你明天给我送来点，我看看。这狗东西还真想顺着我这条路往里钻了。等刘宝珠走远，钱一文这才从树后慢慢探出身。既然他想跟着学，那就先把门路再往前推一步。1文钱，1文钱！干啥？我没功夫。不是找你玩，找你有正经事儿。啥事儿？快说，我着急呢。你能不能借我2块钱？1块也行。咋的？又输了？不是，我妈脚脖子崴了，下不了地，想给她买点3、7片圣经红药啥的。老葛头子他不生给我。这回的心酸不是装的，是真急到没法了。有的就抓紧还我，我这也是5马倒6羊的买卖，钱也紧。1文钱，这都是你卖药才挣的。有没有啥我能干的？我白帮工。赶紧买药去吧，硬伤还敢挺着。好，过2天我有了立马就给你。钱一文，快过来帮我干活。来了。二狗子干啥来了？没事儿，路过。和你说啥了？就瞎咧咧呢。你咋才回来？这钱马上就供不上溜了。趁着香林屯子的人还在，这一波人得先把名头放出去。总算弄好了，香林屯子的人还在，趁着人多把广告打出去是正经事儿。呀，这又新加了这么多样。钱小子，七婶不认字，你给念念呗。先等我一会儿，这做上买卖了就是不一样，走道都有模有样的。艾蒿2分5一斤，小根蒜5分1斤，婆婆丁连根带叶都要4分5一斤，扁絮就是扁猪牙3分1斤，桔梗都认识吧？1毛5一斤。哎呀妈呀，扁猪牙也是药啊！这玩意儿俺们家院子就能划了1麻袋。那你还不麻溜往家跑？一会儿你家院子里准保一院子人。这一会儿我家老头子把老母猪放出来，咔咔一顿造，一顿都能让他炫进去2毛钱。本钱还绷得紧，他这边又把摊子支得更大了。哪整这么一口破锅？这得搭多少油才能炼出来？白给的还挑拣啥？要是白捡的还重。豆腐，新出锅的大豆腐。你等会儿干啥去？媳妇儿，你别多想，我就是去和卖豆腐的说2句话。你放心吧，我马上就回来。这欠账不过小年的规矩，你钱小子也不是不知道。你这点豆腐账都过了1个选年了。李哥，100多斤黄豆没就这几天，等周转开了我给你先钱。那我就再容你几天，你可得抓紧啊！李哥也是顶门过日子的人。李哥，你就把心放肚子里吧，准保不带差事的。4、5、6个吧，没准儿。最远能跑多远？黑瞎子沟和3丈岭还去过呢。那可是真正的山里，买啥啥贵，卖啥啥严。李哥，咱俩合伙干点事儿呗。啥事儿？让我玩看钓鱼，我可坐不住。李哥，那些事儿我哪能找你？你天天跑空车回来，不如帮我在各村收点药材。收药材？我就按定好的数给你，100斤的药材，你就多拿5份辛苦钱。那就是1车药材下来，我还多攒点辛苦钱呗。你挑桔梗、黄芪、黄精和柴胡这种贵的收，一天多攒出几天的饭钱，还不跟玩似的？真要是像你说的能多攒点，那我试试吧。你试一下就知道了。李哥，那是价格，你拿笔抄下来1份。这人脑子一转，路子又被他扯出去一大根儿。英子，你来。你这钱不对账啊。差多少？差10多块多呢。哎呀，这老两口啥时候偷摸给我放里的？我怎么不知道呢？你又不老，怎么就不能带？等孩子生下来，咱还得往17、18了打扮呢。儿子，你看看这是啥玩意儿？爸跑了。二大爷和四叔被英子让到了屋里，一看钱一文正分罐头，转身就都出去了。给孩子留着吃吧，他吃的日子在后头呢。你不吃，让我们咋能下去这个口？好，我吃。这也太甜了吧！这得是放了多少糖啊，都齁得慌。一屋子人都被二大爷这一口甜的愣住。
连屋里的气都跟着松了下来。今天这一车卖了多少钱？没卖多少，没卖多少，总得有个准数吧？没个正经，跟二大爷说话还招三不着四的。二大爷，你别听他的，今天卖了快170了。啥玩意儿？二大爷以后卖的钱一天天见涨，你可别老是这么激动啊！再有个3长，破车嘴，啥都说。二大爷还能生我气咋的？二大爷是不是不生气？我要是真有个3长2短的，看谁给你干活。这锅到底是谁家的？一看也不是啥正经过日子人家，整这个埋汰。我老丈人家的。小兔崽子，你汪汪咋不早说？怕啥？骂亲家不是伟大民族的优良传统吗？你当着亲家母面咋闹都行，可这当着侄媳妇面说这个，这成啥输蝈蝈了？你先把缸里的水打满，然后把给我妈买的那块肉输到井里拔上，明天咱妈回来再吃。能替我想着给妈留点好吃的，媳妇儿你非常值得交往。去，别跟我这肉麻了。买这玩意儿吃，多亏得慌，吃一半扔一半。二大爷这么多呢，你捡他剩的干啥？小孩子吃剩的有啥可嫌弃的？再说这还有肉呢，扔了怪可惜了的。你呀，就这命了，明天去接你吗？用不用我给你当司机？这趟下来，我看这驴还挺老实的。那我可就不来了哈，地里有活。行，等我忙不过来再找四叔。这汪汪的，半夜就得给你起来喂驴，这跟给你家扛活差啥呀？不给钱还得搭钱。看样子这是不信任我啊。你今天咋想起来去我妈家了？自己老丈人家不去，难道还等着别人去孝敬啊？看来自己睡炕头的地位算是保住了，近水楼台不必客气。媳妇儿，我看四叔刷完锅后添了一大锅的水，咱俩给儿子洗个澡再睡觉吧。车不动的时候就把这草袋子给他挂脖子上，别不是自己的驴就不知道心疼。昨天回来的时候肚子都塌坑了。昨天你也没给我带啊？你老丈人也是，光把你给喂了，也不说给驴一把草吃。他家又不是不养牲口，在这供销社收了2年的草药，也没见过一个这么下力气的。一样一样约完了秤，合计又卖了269.5块。王哥，我去一下，马上就回来。王哥，我给你扔那儿了，我先回去了，明天见。老儿子，你咋来了？哎呀妈呀，白瞎了！妈，我来接你回家。有啥话快进屋说吧。大祥5肚子的，不晒得慌啊！你咋买这些东西？这得花多少钱？你哪来的钱？三姐，我挣的。干啥挣的？卖药才挣的。那也得省着点花。来我家还买啥东西啊？马上就又添人口了，那哪儿都得用钱。三姐，给孩子买的，也没花几块钱。有了钱也别去玩了。三姐，自打收上药材以后就再没玩过，以后也不玩了。真的呀？那我老儿子可是真出息了。哎，都说多少回了，妈，你咋不吃呢？妈，三姐，今天来送药的人一定会比昨天更多，我带着妈先回去了，改天再来。去吧去吧，回去注意安全。快看，奶奶，你冷不冷？我给你捂手。哎，好几个月了。这葱咋不赔上点土呢？风再抽几天，根子都露出来了。你瞅瞅这韭菜，也不知道挠挠土。奶奶，你看看，就是不一样吧？到家就给儿子当上驴了。妈，你快歇一会儿吧。你听四叔又开始埋汰我了。长个破车嘴，就知道讲究人，有絮絮叨叨那功夫，帮你直陪陪拢不行。自个儿家的园子我都不伺候。媳妇儿咋了？算账都不舒服。二狗子昨天来找你，你还没说明白呢。到底他找你干啥来了？二稿子母亲脚脖子崴了，来借钱。不管是真的假的，你都少搭理这种人。好嘞，媳妇儿说啥咱就听啥。少贫嘴，去看看那些今天新收的小根散咋整吧。你不回来，四叔说不敢动。英子，我听他说不出去耍了，能是真的吗？妈，收效这摊子事儿把他累的回来沾枕头就着，还哪有那心思？这是咋的了你？妈，这些都是他买的，就这块肉和这包槽子糕是他去看我爸妈时买的，我妈又偷着给放车上了。他还敢去看你爸？这虎玩意儿不要命了，也不怕让人家给撅出来。哎呀，不能够，我爸还留他吃饭了呢。给孩子留着吧，我吃这玩意儿干啥？还有挺多呢，孩子这2天好像都吃够了，不知道要。妈妈，奶奶，我要吃糖。
这虎玩意儿咋就不知道惦记自己儿子呢？买卖人算的就是精啊！咋了，四叔？收了半把袋，都没说留几头晚上吃。四叔，那你不早说，啥好玩意儿留几个不就完了吗？那可不行，出不来分量，还不得赖我？你能吃多少？你侄儿还不至于抠到那地步吧？哟呵，二大爷行啊，还知道留后手了。给黑心地主扛活，当长工的自己不长几个心眼儿，还不得饿死？干啥没点算计能行？二哥，来一个这个吧，这个没了辣气儿。去别拉子去。英子，再给我拿10个钱。他说要你就给他啦，咋都不问问他要钱干啥？妈，挺大个人了，这点事儿不用经管。依我看，你还是把紧点儿，这钱最好别到他手。真要是又下场了玩练了，你可就拽不回来了。英子看着门口，轻声说：“现在这个家里1分钱都得从他手里过，拽出几张去，咱们谁能知道啊？还不如就相信他一回。”倒也是这么个理儿，可咋整钱？钱一文走到刘忠家门口，脚步慢了下来。这可真是想钱想疯啊！猪肉才1块7、8一斤，他一个倒架子牛还卖2块钱一斤。钱一文眼神微微一动，没插话，只继续听。院门口围着的人群还在指指点点。可不咋的，我听说这牛肉从骨上硬刮下来的，那肉指定的发财，能好吃？嗨，这牛要是没点老病，人家能那么便宜卖给他？活汪汪该。他盯着院子里的那头牛，心里已经起了念头。头年这2头牛牵回来的时候，子牛不吃草，难道再反感这爷俩也得去看看？刘叔，杀牛啊？这肉咱们咋卖的？钱一文问的是肉，眼睛却盯着牛尾巴后头刚掏出没一会儿的下水。2块钱一斤不赊账，2斤要哪块？这汪汪的哪是不赊账？这不就是说给我听的吗？窗台上摆着的不是账本，是你们老刘家家谱吗？刘叔，这肋巴条子咋卖？你想要的话，5斤给你算1斤肉。他顺势蹲下，盯住了那副下水。刘叔，你这下水咋卖的？我妈牙口不好，这牛肠子、牛肚子要是煮得烂烂的，正合她吃。啥？哪有这么说话的？还你这下水，你到底要买啥？不买别在这耽误我功夫。你看你咋还急了呢？你要买也给你5斤折1斤肉钱，要不要？那我要了。刘叔，你给我把牛肚子翻了吧。我是给他折腾完这副老长老肚，一手焦黄腥臭的，给人家再去称肉，谁能乐意？哼，不卖了，自个儿留着吃。要不估个堆儿，你看着出个价，回去你自己收拾去吧。这玩意儿咋估啊？也不知道翻肠子倒肚子这活我二大爷会不会？有啥难的？长手的就会。刘叔，你出个价吧。一堆破烂东西，收拾利索也出不了多少干净东西，还挺费工。给5元，给5元你拿走。啥玩意儿，刘叔？这点破下水要我5元？你这也太黑了吧！还得我自己收拾，我帮你干活，你怎么这也得给我留点工钱吧？那你说多少？顶多3块。4块。刘叔，你要是诚心卖，我再给你添5毛；要是不行，可就拉倒了。你拿走吧。6块5，还够买2回的。你说啥玩意儿？这不是盼着我的牛死光吗？没事没事，我说我得赶紧回去了。哟，1文钱，今儿咋有空来我家串门了呢？进去再坐会儿。不了，还得回家翻肠倒肚去呢。咋不买点肉呢？这玩意儿腥臊恶臭的，咋能吃得下去？我儿子都不吃。哪有那闲钱吃肉啊？能吃上一口下水就不错了。哎呀，这什么味儿啊！王胜利被熏得连连后退，脚下一滑，直接掉进了沟里。三湾子一愣，回头看向沟里，脸色都僵住了。三湾子，你领导掉沟里了，你倒是他把手啊！你这群众当的可是不及格啊！你！
快回去叫四叔来，我整不动了。我跟你抬吧。你不行，快回去叫四叔来。四叔赶来，把袋子拎进屋，往地上一放，牛下水哗啦一下摊开，屋里顿时满是腥味儿。买这玩意儿干啥？你小子这又是给我找活干呐！难怪这牛前2天把老孙头他孙子给顶了，原来这么大的胆子。哦，牛黄。听人说这玩意儿不是长在牛肚子里吗？咋跑苦胆上来了呢？牛肚子是装屎的，哪能出这么好的东西？好好看你的得了，别老瞎巴巴，别说话，做手术呢。钱一文屏着气，小心往外挤牛黄。一颗鸭蛋大小的大牛黄带着几颗小牛黄陆续滚出来，他眼里一下就亮了。这是上天看我重生不易，见怜我的妻儿老脑，给我们送钱来了吗？媳妇儿，放到阴凉地方，千万保管好。这好像得有1斤多大。大的分量了，价值嘛，可比黄金都值钱。妈，一会儿你8成得吃点苦。白汪汪的从小疼到大，值钱玩意儿给媳妇儿了，吃啥苦咋吃？王胜利回到了刘忠家，越想越不对劲，站在牛棚边对着死牛和那滩血水来回大姑父，这耕地的大牲口怎么还杀了呢？一口草也不正经吃，光滋溜滋溜喝水，5更半夜摸摸不是好生的叫唤，叫的这个烦人，还老拿脑袋比划人，一来气儿就让我给宰了。这怎么和我畜牧的同学说的牛黄特征一样的？大姑父牛胆在哪儿呢？我看看。钱小子买下水都让他一块包走了。什么？大姑父，你咋让他给拿走了呢？那牛胆里好像有牛黄啊！你咋知道的？我听别人说的，半夜叫唤，不吃草光喝水，眼珠子还发红，这样的牛10有8九是长了牛黄。刘忠一听就急了，这可咋整？都卖出去了呀，还能找人家要回来吗？王胜利想了想，眼珠一转，立刻又有了主意。别着急，我来想想办法。老弟，你和我去他家一趟。哎呀，王领导来了，你看看，领导来了，我这连盒烟都没有，也没啥可招待的。领导同志可别挑我们的不是啊！不用客气了，刚掐完。领导都是无事不下乡，王领导来我家是有事儿吧？这不是我妈病了吗？老中医给了一个偏方，得用牛肝和牛胆。听说大姑父杀牛了，我就急3火4的跑来了，到了才知道被你给买走了。行啊，领导就是领导，和咱们老百姓真是亲连心呐。这可真是一点老百姓的便宜都不占啊。媳妇儿，烧点水，连牛心一起烀上。王领导就是这胆儿不全乎了。咋不全乎了？你弄破了。我妈有个迎风流泪的毛病，人家说胆汁能治，我就把胆捅了个窟窿，给她挤点胆汁，泡了点酒。这老儿子可真是汪汪亲生的呀。王领导，这牛病的可真是不轻，胆里全是硬块子，贼硬贼硬的，使好大劲儿才碾碎。王同志，胆在柜盖上呢，你自己拿吧。几毛钱的事儿就算了吧，就当我们之间联络一下阶级感情了，这哪好意思呀？王领导，要不你俩喝点酒再走？不了，谢谢钱同志。哎呀妈呀，我侄儿可是笑死我了！一片干叶子加一个夹苦枣，硬是换回2块来。这一大堆下水花了1块5毛，快赶上土豆子贱了。一个破玻璃瓶子还得给要回去，你这就有点过分了。咋的？我的东西我凭啥给他？毛都不能给他。冲刘忠那狗来看，跑不了他卖切糕的电影片子的事儿。就算是我冤枉他的，那房子呢？我一看见那房子就生气。你让他给我等着，迟早有一天，我姓钱的还得住回去。有种！钱小子搬家那天，二大爷给你打锣放炮。二大爷，你且等着吧，指定不让你失望。二大爷这辈子能跟着你风光一回，也算值了。我看你从牛肚子里掏出来的那些玩意儿，好像和苦胆里的牛黄也没啥两样，咋那个就不是呢？二大爷看着一样，那成分可差太多了。胃里的是牛铁毛的时候吃进去的毛团子，消化不掉又排不出去，时间长了就形成结石了。要不然我能给他。你小子也是够坏的了。再坏，能坏过刘忠和3湾子去吗？给你，你汪汪的也尝尝这玩意儿啥味儿。妈，这味儿挺好啊。味儿好？
那这半碗你都喝了吧？真的吗？还真不喝酒了。行，我喝。你要是能再把酒给戒了，2碗我也喝。妈，胆汁这东西对你的眼睛有好处，但就是不能多喝，有毒性。好，那我更该喝了。你啥时候懂这么多的？啊，在省里学习放电影的时候听别人说的。今天这事儿就咱们自己家人知道，可千万不能让别人知道了。喂，别忙活了，你侄儿小子说你呢。说我啥？真拿回来了，你小子可真有能耐，咋办到的？大姑父，一个乡下小子能见过多大的世面？我要是晚去一会儿，这点好东西都得让他给糟践没了。这么多，这得值多少？这东西1克就是80多块钱了，而且1年能涨好几回价呢。1、2、3、15，妈呀，这点玩意儿就值1450。大姑父，是1克，不是1颗。论克，这还不得有2斤？那可就是1000克了。这么多的钱，都快抵上三合堡1年的供粮款了。哥，这玩意儿上哪儿卖去啊？先别着急，等我找个懂行的人，先给估个价再说。告诉你哈，少打这点玩意儿的主意，不到亏劲儿的时候不能动。郑丽啊，我就怕他3分钟热情，过了这个劲儿又不着调了。上回我给他找那个粮库打烧的活多好，还给发衣服呢，他干长了吗？三湾子一听这话，酒劲儿腾的一下就顶上来了。爸呀，你看看你给我找那工作，哪有20多岁去给人家打更的呀？喊啥喊？顶多混3年就能转正了。这年头干啥能比端上铁饭碗强？你咋不去？我去了，这大队领导谁能干得了？三合堡能离得开我吗？大姑父，你知道这收药材的力有多大吗？上山挖药的事儿，小时候也没少干，一天累死累活的，也卖不了几个钱。那是以前，现在不一样了。大姑父，你错了。来之前我特意问我爸了，那个姓钱的他是收了尸的之后加工过后再卖，利可都快翻一番了。真有那么大的利？听我爸说，光今天他就卖了小300。爸，1文钱全家抠遍了，也不见得能拿出5块来。可就这几天的功夫，就能让他给折腾成这样，你笨想也应该能知道是咋回事吧？这是我看在胜利的份上，我可告诉你，你可别指着我给你拿钱，最多我能给你出50块。大姑父，那就这么定了。如果周转不开，我来帮他想办法，我来监督他，你就放心吧，大姑父。那可太好了，谢谢胜利哥。三嫂，我看你就别去了，本来这一大车都够驴呛了，还得拉你这100多斤墩子，感情不是你的驴，你倒是不用心疼。就知道心疼你那酱跑，行了吧？四叔，我妈陪我多好呀，这不就是最幸福的日子吗？行，真拿你们没办法。你赶车的时候慢点儿，再给你妈垫吧喽。好嘞，四叔你放心吧。就剩这么2寡子远了，咋不走了呢？磨磨唧唧的，等着敲锣打鼓出来接你啊！妈，王胜利他爸你认识吗？那一会儿你就假装不认识就行啊。行，王哥今天精神不错啊，这一身蓝底卡，老远一瞅，跟刚才进屋那2个小请酒人似的。嗨，老胳膊老腿了，哪还能和年轻人比？今天又没少拉呀，把前2天收的都给拉来了。都拉来了，家都空了。空了，可得抓紧收啊。钱一文一听，心里立刻明白了，这一车又卖了319块4毛钱。300块钱，这要是搁在以前，一家人大半年的工分啊！妈，你拿这10块钱去供销社，花不完别回来。王哥，马上月底了，这都忙起来了哈。可不咋的，又分等又装袋子的，折腾死个人了。着啥急，慢慢来呗，弄不完还有下个月呢。那可不行，后天县里的大车就来了，交货的时候里一半外一半的，又得挨批评了。王哥，用不用我帮啥忙？快忙你的吧，趁这几天多收点，再过些日子，等叶子展开了，跑了浆气，就扣不住秤了。王哥，我那儿开始收黄芪了，我看别的药材都没有备注，就黄芪后面一堆的备注，还让按等级理成小把。这东西好，需求大没？黄芪的要求怎么这么高呢？你看看，听县里公司的李同志说，这是个金贵物，城里人都拿它泡水喝，我这不也跟着学了学，也不知道有没有人家说的那么讲究。王哥，这东西最好拿蜜镇一下，炒它受焦黄的才好。啊，我哪会那个呀？王哥，下回来我给你带点。你刚才说的县药材公司的李同志，就是每个月来验制体货的吧？对，就是他。用不用我给你介绍介绍？不用了，隔着锅台咱不上炕。妈，你这买的都是些啥？怎么一点吃的都没买呢？这不是吃的吗？
钱一文被逗笑了，王维昌在旁边看得直点头。要说这过日子还得是岁数大的人，这些东西哪样不是过日子正用的？王哥，你帮我筹着点车，别让小孩往前凑，我一会儿就回来。妈，刚才那些东西花了多少钱？可是没少花，花了4块多呢。妈，你留着吧，这个你也拿着。你就算是想给我压豆，也得当着英子面给，这成啥了？好吧，妈，看不出来你还挺在意家族危机管理的。母子俩赶着驴车往回返，刚到村口，大喇叭忽然呲啦响了起来。老少爷们注意了，注意了哈！说个事儿。咋能不急？争嘴的买卖不好做了呀，那你能抢过人家吗？妈，不用着急，钱又不是咱一家挣的，兴你收还不兴人家收了。妈，你就放心吧，我嘴快还不怕烫，他抢不过我。大喇叭里喊的你听着了吗？听见了。二大爷扫了眼满院子的人，硬生生把后半句又咽了回去。咱们该干啥干啥，不用怕他，他影响不着咱们。李哥，感觉怎么样？有账算吗？万事开头难，现在还看不出啥来。等以后扑腾开了，就算拉最便宜的苦参，1个月50、60的收入肯定没问题。要是真能那样，我还做豆腐干啥？李哥，今天你挣的少，兄弟请你顿酒，给你补上。李哥，黑瞎子沟那边亲戚多吗？多，而且再往东山里走，3丈岭那边更偏僻。好，李哥，这买卖得先往里投钱，钱少了倒腾不开，这100块未必够用，以后有倒腾不开的时候你就说话。中，那我拿上。太偏远的地方收购价你自己定，大老远的还不得给毛驴子多添2盆料？明白明白。李哥，你就好好整着吧，说不定以后你就真不用做豆腐了呢。那可不中，整个三河旺就这么一个好豆腐酱子，他不做豆腐咱们吃啥？你就惦记着吃豆腐，钱挣多了，天天给你买牛下水吃不好吗？啥好东西常吃还能没够？我听说他家也收上药材了。今天开始收的。李哥，他们家要是给价高，你卖给他家也行。兄弟我没话说，我哇哇的勒他，有哪闲工夫，我还给毛驴子梳梳毛呢。刘宝柱家在村子中间，西半街的人想来我家，非得从他家门口过，不行，不能坐以待毙。四叔，明天给我干点活呗。你看你这话说的，四叔哪天没帮咱们干活？哎呀，四叔，我不是这意思。啥活？四叔，明天你带上镐，帮我挖点羊蹄叶子。那玩意儿也是药材。是药材，叫土大黄。那你咋不收，非让我去采干啥？让你挖你就赶紧去得了，哪来的那么多废话？挖那玩意儿还用进山？房前屋后不就有的是吗？四叔，别管哪儿的，挖上个几斤就行，记得带点叶子回来。还剩下200多，这还能倒腾开了吗？这还倒腾不开？明天不是还有一大车吗？妈，明天你还跟不跟我去了？我可不去了，去了没别的事儿，就是个花钱。看来老太太选择了眼不见心不分的消极战术了。刘宝柱，没少收啊，才开始也没收多少。钱一文，你不养牛不养马的，还会系马扣呢。我四叔怕我把驴勒死，现教我的。他说养个大牲口不易，说没就没一个，那不得心疼死？这玩意儿就得趁湿绑，等干透了一掰就断了。再说干透了，那得掉多少分量啊？你这汪汪的准是来给我下套来了。好吧，你是正常人，你收了黄芪可真纯啊。说者无心，听者有意。刘宝柱眼角余光已经盯上了车上露头的根叶。一会儿你拿点药材上老钱家卖去。哥，那是图啥呢？看看他们家的黄芪怎么打地捆，里面有没有这玩意儿。拿个杵吧，把事儿办明白点。今天是县药材公司来拉药材的日子，全面放开后，药材公司迟早会让个体户挤得没喘气的缝。想结束三合堡和平安之间的小打小闹，必须尽早找到更可靠的途径。钱一文先提着2大包东西去了镇上唯一的饭店，又拐进了供销社。今天来的挺早啊，王哥，今天来镇上办点事儿，一会儿还得请人吃饭，就早走了一会儿。钱一文竟把半袋黄芪倒在地上，坐在一边开始捆绑，动作不紧不慢。兄弟，你这咋还把战场摆到我门口了呢？这老娘们儿干啥啥不行，让他帮装车，把一袋子没捆的给我装上了。这趟的怎么这么零星呢？还全是末等。哎，王哥，争嘴的买卖不好干了呀。兄弟，我那外甥收药材，可不是我给他出的主意。不管谁收，最后都得进药匣子，不都是为事业做贡献吗？谁在说我？英子怎么了？妈，我没事儿，可能是着凉了吧。你得注意点啊，
这么大肚子，估计也快生了。那你得手脚麻利点，以往李股长中午之前就到了。没事儿，我也不指望县里的人给我钱，我就认你王哥。好，那你慢慢绑吧。这半袋黄芪本就是钱一文故意留下来磨时间的。快10点时，大东风终于进了院子，车刚停稳，就下来了2个人。老王，这个月有多少啊？李同志，从账上看得有快2000斤了。先让小孙验验质吧，这个月怎么突然这么多？这声音怎么这么耳？分明就是前世认识的齐大雄。前世这人倒腾野货发过财，后来被森林6扇门一枪打瘸，还关了12年半。这个人好奇怪，干着一样的活儿，他怎么还跑到一边了呢？难怪挤一个人呲边儿，原来是个高工，绑的这些可都是1等货。同志，有火吗？钱一文站起身，火光一闪，把李长风嘴上的烟给点着了。来一根。同志，我不会抽烟。哟，这倒奇怪了，不抽烟还揣着火，这是小生意人的职业素养。小同志，你这活干的也太细点了吧？要求在那儿摆着呢，哪敢有半点马虎？李股长，查完了没有问题？现在就装吗？装吧，这么多又够忙活一阵子的了。李股长，我帮你们装吧。你干你的活吧，挣着供销社的钱，帮我干活算咋回事？人多力量大。老王，这小伙子还挺会来事儿的，是正式的还是雇的？你说小钱，他不是我们社的，是来卖药材的。这么说来，何止是会来事儿，正经会来事儿呢。王哥，正好赶上晌午了，你也不说留人家吃点饭。王维章心里直犯嘀咕，这小子不是给自己上鼹鼠药吗？吃啥饭？车里有吃的，干粮饼子对付一口就行了。李同志，你要是不嫌弃，我请你喝酒吧。不用不用，你帮我们干活还请我们吃饭，哪有这个道理？本来我定好请别人吃，可他突然下乡了，鸡和肥肠早交饭店了，你们就当帮我个忙。这哪是碰巧赶上的，分明就是一场早就设好的局。李长风看着溜肥肠和笨鸡，心里明白，这一桌连烟带酒，一张大环节都挡不住。简单吃点就行，你怎么点这么多菜？破费了。哎呀，长风，你这话说的，咱们兄弟几个聚在一起，吃点好的不是应该的吗？小伙子，贵姓？免贵姓钱，钱一文。我叫李长风，听老王说你在下边收药材，几位都是我的领导，以后得多照应着我点。真正值钱的东西早祸害没了。我看你分等很专业，专门研究过吗？哪有，就是不想给大伙添麻烦。王哥这么照顾我，我再给王哥捅娄子，那也太不是人了。哎，没事，李哥，又不用你开车，回去路上睡一觉，到家就行了。李股长，我看药材公司的收购单上收的都是些大陆货。李长风眼底那点笑意一下深了，知道正经话到时候了。你说山上跑的还是土里埋的？山上跑的都罩起来了，土里埋的也都挖得差不多了。现在这时候想弄点像样的东西难喽。小孙，你先回车里眯一会儿吧，要不一会儿开车又该犯困了。你有路子？山里有几个把头和我父辈熟，山上跑的那就得慢慢碰了。不知道李股长走的是刘瘸子这条线，还是走的王炳春那条线？都走。李股长，现在南边的市场已经放开了，也不一定非得干那些玄事，把大陆货好好经营起来，也是一笔不小的进项。靠这些草根子能捞出多少瑞水来？白扯。这就得看怎么经营了。如果光靠着一个人去收，就算让你一斤挣几毛钱，也难发大财。那倒是。如果李股长这边能把路子踩实了，想要多少只管说话，有货的事儿我可以全包。如果我要4000斤黄芪，你能帮我收上来吗？2吨没问题，可我本钱少，你得容我分几批交货。好，要是老客看好了咱的货，让他给你垫点钱都没事儿。李哥，那这价钱比广家的收购价多这个数。他拿了2毛，给我3毛，不算太黑，这笔账立刻清了。李哥，这4000斤黄芪你让我多久交齐？不急，只要你把质量挂好了，时间长点也能等，1个半月吧，差不多。像黄金、苍图这些稍贵点的你也可以收，我都给你往上挑几毛钱。李哥，那我回去可就往大扑腾了。你就干吧，只要东西好，咱就不愁出不了手。只是李哥，我这一个毛驴子车也没法往吉春送啊。兄弟，我以后每个月来平安经销社3趟，顺便上你家喝顿酒，你不介意吧？李哥，敬你。今天来的人见少了，这可咋整啊？钱一文却一点没慌，反手就从兜里摸出2个铁皮小青蛙玩具。这个小青蛙是昨晚答应人家的，现在就给他。这个小青蛙先留着，下回用。这2样玩具又够忽悠钱多几天的了。跟你说正有事儿呢。你放心，他刘宝柱永远也走不到咱们前头去。可是
刘宝珠那可是劫了咱们大半个屯子啊！就算他劫了整个三合堡，咱们也不怕他。你就等着吧，明天我就让你瞧好。英子心里稍稍安顿了些，却又想起了另一桩难处。你跟四叔说说，能不能抽点空把这筒子屋给鉴别开？鉴别他干啥？太不方便了。咋的？你这带着肚子还想要大折腾啊？你就不能小点声？声再大点，全屯子人都听着了。全屯子人都听着了这句话，一下把钱一文脑子里的主意点亮了。干啥去？我上大队去一趟，有点事儿。我刚才看你在二狗子家门口站了半天，干啥了？我找二狗子来帮忙，让他帮着咱们收药材。哪能用得了那么多人？来卖药材的一天天见少，这几个人还嫌一半呢。过2天再找2个，我都还怕不够用呢。我好像看见你给柱子钱了啊！他老娘的脚脖子不是崴了吗？我给他先拿点钱，让他先买点药。买药？你没跟着去啊？顺便看看葛君兰。这胡醋有劲儿，好事儿总比不闻不问要强得多。你不说我倒忘了，一会儿还真得去一趟。干啥去？这屁股还没好利索，找葛君兰给上点药。去吧，有病了。没病谁往他那儿跑啊？去吧，晚上别回来了。好嘞，明天见。现在刘宝柱父子明目张胆的挑衅，虽然抢占了李长风这个上游，但这至少还得10天以后才能看到效果，眼前还得有点立马见效的举措才行。对，提高收购价格，还得用上大队大喇叭喊一嫂子，不光三合堡能听到，周边几个自然屯也都能听到。徐会计，我使一下喇叭播个广告。坏了，使不了，坏好几天了。这就奇怪了，我这耳朵有毛病了。昨天听到的是驴叫喊。刘忠被这话顶得干瞪眼，一时竟接不上来。不行，这耳朵得找老格头给看看。年纪轻轻的，连人声和驴叫唤都听不出来了。咋了这是？打针的没在家？刘忠他说喇叭坏了，不让用。去他汪汪的！咱不用他那破玩意儿，我就不信干不过他。三嫂走，你走小前街，我走后堂街，我还就不信了。他四婶子，你咋不问问任务是啥就走？哎呀，对，你看我这脑袋，大侄子，你想要广播啥玩意儿？你是不是要涨价？而且不是一般的涨，我要涨到比平安供销社都高。你这孩子是不是得上老葛家看看去了？咋还冒上虎气儿了呢？收价比卖价都高，你挣西北风啊？我有新路子了，高价收也能比他家挣得多。今天咱们紧紧手，把存在院子里的这些都收拾出来，赶紧卖了，不然过2天钱又得不够用了。众人虽然没完全听明白，可见他话说的这么硬，也都跟着动了起来。这是真收上药材了，而且还堆了一院子。是啊，你看老钱家人看样子都出动了。他四叔不是说和他老死不相往来了吗？怎么现在又帮上他了？亲家来了，咋不进院呢？杵在那儿干啥？给你姑爷当门神呐？爸妈，你们咋来了呢？你爸不放心，非要来看看。奇了怪了，这才几天的功夫，怎么这闺女像变了个人似的？小脸白净细嫩了不说，脸上还多了许多笑模样。又来俩壮丁。他四婶，你干你的活吧，我帮英子做。这些天挺好的呀，挺好的呀。没打你？虽然有时候偷摸的喂过几家，但那个能跟妈说吗？藏好了，别再让他给翻去。你留着花吧，我这儿有。咋这么多钱？他都搁你这儿？买药材的钱。这就是牛黄，好像是屎球子。我听他说这东西都赶上金子值钱啊，咋让你说还成了屎球子了呢？那到底能值多少钱？我听他说得值10来万呢。妈呀，就这一小块10来万。那快点割起来吧，我哪是看10来万的眼睛。英子转身掏出一包糖，剥了一块递过去。给我大孙子留着吧。妈，一块糖算啥？他隔2天就带回来点儿，淘动了，孩子都有点吃够了。那些玩意儿都是他买的？这是真知道顾家了。唉，能不打你，妈也就知足了。你咋不倒上呢？老丈人来了，你也不说陪一杯。二大爷，有你们陪着就显不着我了。是上顿喝顶住了吧？嘿嘿，爸，中午那是陪采购鼓掌，不然我才不喝呢。爸，正好你赶上了，今天就住下别走，明天也帮我带点过去。中，俺也去好几天了，也该给你这个老丈人上个夹板子了。你说收购价比供销社还高，上哪儿能挣着钱去？我怎么没整明白呢？
我中午请吃饭的李长风，私下和南边老客有来往，定好了让我1个半月收4000黄旗。4000斤黄旗哪有那么多？不难，车一跑开，40天就够他凑齐。那4000斤就得1万多斤湿的，咱2毛多钱收，就是2000多块本钱，哪有那么多？又不是让你一下都拿出来，明天把除了黄旗的都卖了，这不就出钱了吗？要是这样，那还差不多。仓财、黄金、桔梗，他都能帮着消化，还能再加3毛。我说你小子怎么敢把收购价抬这么高？原来是摸着主根儿了。二大爷，这个采购科长可真不算主根啊！你还能爬扯到省里去？要是我把买卖做到国外去，你能输给我点啥？第二天一大早，2辆毛驴车拉着满满2车药材进了平安供销社后院。小兄弟，老丈人都出山了，这买卖是越做越大了呀。董站长，来一根，刚抽完，不抽了。你这趟咋一根黄芪叶也没有？家里那点昨天全拉来了，那玩意儿根子直，挖起来费劲，没人愿意采。王维忠嘴上信了，心里却还是转了个弯。爸，你们回家吧，我得抓紧回去啊。吃了饭再走吧。妈，我得赶紧回去，明天还想跟豆腐酱下去走一圈看看情况。再急的事儿还差一顿饭功夫啦，到了家门口了，我都没给做口饭吃，像话吗？爸，我不喝了。少喝点，没事儿，别喝大的就行。那就这1盅。爸，我二舅还在鹿场上班呢。再干几年就退休了。你问他干啥？我看他那儿出的酒挺好的，全都是好药泡的，那还能不好？现在那酒卖的好吗？白扯，价太高，没几个人买，买也多半是拿去送礼。后来就不咋出了，1年泡那么几回，留着送人。我二舅在那儿干啥呀？技术员。爸，二舅工作的鹿场离这远吗？远，离吉春还有20多里呢。你打听这么细干啥？你要去？我看那酒挺不错的，想去看看。费那劲干啥？让他找人给烧回来2瓶不就得了吗？爸，我不是要喝，我想研究一下这酒是咋做出来的。得，你这姑爷子胃口咋突然变大了？研究那玩意儿有啥用呢？你那4000斤干黄芪钱儿可不细呀，能倒腾开吗？爸，家里还有一些，再加上这600，挺上10天半个月的没问题。10天以后，李芳风来就倒腾开了。要是缺了就吱个声。要不一会儿你就直接支出来给他拿上吧。妈，要是真需要我一定说话，现在看是真用不上哈。好，要是用得着了，可一定说一声啊，别自己干憋着。让你拿你就拿着呗。那可不行，到时候耽误了你兄弟娶媳妇儿，该埋怨我了。丈母娘哪有不疼女婿的？辛苦养大的闺女可在人家手里攥着呢。那也得看啥样的。之前那顿大板销，现在想起来后脖梗子还冒凉风呢。二狗子干活咋样？干活倒是行，就是老拿斜眼溜着看人。全指着这个宝贝蝈蝈肚子出货呢。他那是怕你，不敢正眼瞧你。我看不着。二兄弟，今天早点回去吧，把这个拿上。嫂子，这是干啥？这长度都回几回锅了，你二舅妈腿脚不方便，你得多惦记惦记她。二狗子，明天早点来，替我去趟平安。啊，我一个人去啊？我明天和李哥出去走走，只能你自己去平安了。你让他一个人去能行吗？又是车马又是钱的。媳妇儿，用人不疑，疑人不用，是人是鬼，总得给他机会现行。李豆腐酱又拉回来1车药材，钱一文搭眼一看，杂七杂八什么都有。李哥，明天打算往哪边跑？前2天和3丈岭的人定后了，明天走完黑瞎子沟就去3丈岭。好，那明天我和你一起去溜达溜达，顺便了解一下情况。3丈岭的路又远又不好走，4、5点钟就得走，你能起来吗？没事，李哥，半夜12点都能起来。行吧，那就这么定了。看来还真是有必要去下边看一眼。我也看他眼神好像不对，是不是有啥事儿不想让咱们知道？媳妇儿，你说的好像真挺对。这么点眼前的事儿，我还看不出来？李哥，我给你约秤，你给算算账就行。不用你，快上屋，你先吃2句子干豆腐垫垫地儿吧。要不你上屋里吃去吧，这是我妻侄家。尽管李豆腐酱动作躲躲闪闪，可秤砣撸到哪儿，钱给了多少，钱一文都看得明明白白。车马劳压点价本也在情理之中，可你压得太低就不是长久路数了。一旦有人给价更高，这些山里人还会把药卖给你吗？4000斤黄芪要是不能按期交上去，和李长风那条线就得立刻受影响。呀，
二山神也来凑热闹来了，你咋没踩点来卖呢？二山神，这段传奇原来就藏在离家这么近的地方。这些玩意儿能值几个钱？在二山神眼里倒是不值几个钱，可这几年也没见你拿回来一个棒槌。满洲国那阵儿，我单棍操四方顶上抬出来的5匹叶，换了8响地。那么有能耐，咋不进山了呢？哎，好汉不提当年勇。李哥，你问问熟人，他刚才说的那些是不是真的？那错不了，他叫二山神，当年编外参把头里排第2。那排第1的是谁？大山神。可惜摔死了。过老尖山去四方顶的时候，老大滚下来了。豆腐酱子，你还哪天来啊？后天吧，容你们点空，让你们多挖点。大伙儿先都别走，一会儿我有好事跟大伙儿说。钱一文说完，接着把李豆腐酱直接拉进了屋里。干啥呀？李哥，我不拿你当外人，有话我就直说了，说深说浅，你别怪兄弟。咱哥俩用不着说这话，有啥你就说吧。李哥，咱这么干可不行。隔这么远，算账我一声没出，拿钱约秤又都是手捂手摁着的，他咋看出来的？我寻思这好几十里来回，道又不好走，我就压了点价钱。李哥，你的心思我能理解，但你这可不是压了一点价，万一再跑出来个4弯子5弯子，你是不是还得被迫抬价？我刚收药时失货只比供销社低1分，没几天就冒出来个刘宝柱，你忘了？与其以后被动抬价，不如现在把价定高点，把鼓锤子交到竞争者手里，这个退堂鼓得让他们自己打。李哥，一会儿出去你就把黄旗的收购价格调上来，就按我给你的价格收。那我不是白玩了吗？李哥，兄弟能让你亏着吗？你那4分钱都从兄弟这儿出，那你还能挣钱了吗？我也不能瞪着眼睛干赔，也无非就是少挣点，但能把这个市场稳住，咱哥俩才能走得稳，走得远。中，啥都听你的，你说咋就怎么办？有啥话快出来说呀，着急上山呢。李哥，一会儿出去你就按刚才咱俩定的说。兄弟，我这嘴笨，还是你说吧。行，那兄弟就替你说。1斤，这不是和平安供销社的价一样了吗？大伙儿听我说，我们也是帮着供销社收的，今年上头给的任务量大，让我们按他们定的价格收，好让大伙儿都积极交售。那你们挣啥钱？我们挣的是供销社的钱，大家伙儿辛辛苦苦挖点药不容易，我们哪能克扣你们呢？以后尽量保证天天来人收，你们采的药就别再往土豆窖里闷了。是谁我就不说了，以后别这么干就行。药是治病的，坏了大家都脱不开责任。谁家要是有在当地买不着的东西，可以和李哥说，李哥来的时候会帮大伙儿从平安带过来。你咋看出他们把药存放土豆窖里的？李哥，你2、3天才来一回，人家还能等着药材风干了卖给你吗？那一股发霉的味儿，我老远就闻着了。明天这趟让二娃子和你一起来，让他熟悉熟悉道。四叔，你和泥干什么呀？脱点坯。脱坯？你媳妇儿让的，说要砌坚壁墙。也好。二好子今天卖了多少钱？280多，票子和钱我都给嫂子了。收药的没问你啥呀？问了，问你咋没来？我说你在家窜稀呢。你个汪汪才坏肠子呢！呸！今天倒了大霉了，碰上。说正经的呢，别闹！说我没跟对人，让我跟着他干。他今天卖了多少？黄旗多吗？可真没少卖，2马车拉满1车，黄旗是大头，把刘忠给嘚瑟坏了。一会儿把这些07、88都收拾出来，跟李哥一块出车。李哥，明天我给你捎回一副车胎来，跟我外道啥？以后出车，气管子、锉和胶水都带上，防个万一。1文钱，今天卖多少钱？没卖多少，180的。早知道你来，帮我把家里那几袋捎来啊。这条道算是堵死了，收了一小天儿。还没花出去几10块钱，别着急，有钱还怕花不出去？赶紧想想招吧。想啥招？先干活。四叔，昨天拖那批杨氏不干，先把小仓符拾掇出来吧。李哥，这么多都是黄旗，你这可是真不怕车轱辘压爆泡了？是知道买回来新车胎了吧？那小车轱辘呼兰直咧嘴，吓得我一直没敢坐车。30多里你跑回来的，一直都没坐车？实在跟不上了也坐一会儿。750斤，李哥能一直保持这个状态下去吗？太能了，涨价以后闲人全上山了。一人赶1辆车，李哥欠人家钱了吧？是欠了点，也不多。掌柜的，多给李哥拿100，人家越是信任咱们，咱越是不能插事儿。要不把咱爸那骡子车借来使唤几天？眼下正是汤头遍地的时候，人家那骡子还得干活呢。隔3差5用一趟也不耽误啥。你要抹布柴，我去说去。你可拉倒吧，消停在家待着，别再把我儿子给嘚瑟出来。你个熊玩意儿，啥汪汪都说。该。还有你们家这么做买卖的，收购价比卖价都高，这不是顶人玩吗？价又不是你家定的，我愿意多少钱收就多少钱收。妈，怎么了？没你事儿，你一边待着去。今天我就好好和他掰扯掰扯。我问你，
咱两家谁先收的药材？谁先收的能咋的？行你家收就不行别人收了。管闲事儿还管别人家院子里来，爷俩瞪着4个大水泡子，站大街上劫人都劫不住，咋回事？自己不会寻思寻思？你私自涨价，这就不对，这是扰乱秩序。怎么的？我给老百姓点实惠，你这个大队干部看不惯了？你不是天天叨叨着为人民服务吗？你也提价啊！你比我们家价高，老百姓乐呵了，我就算赔了，我也跟着乐。你汪汪有那个破吗？你给我等着！谁也不能说死石头就死去。老娘打今儿起就天天坐家等着你，看看你能把老娘咋的？你以为还是当队长那时候吗？妈，你消消气，跟他生气犯不上。我能跟他真生气吗？真有意思。这些牛黄你保管好，千万别挤压，这玩意儿易碎。拿着干啥？你要卖了？有点用处。晚上咱躺被窝里慢慢说。滚！兄弟，到20号的时候还能有这么多不？这你得问你们一家子。啊？下边的事儿，经理豆腐匠手办的，他比我知道的多。前2天我又往山里跑了几个屯子，那边更偏，去一趟就不少往回拉。李哥，说重点。要是都放我七侄家里不往回拉，你想还拉走这么多，我用不了10天就能凑齐。那你就不用往回拉了，咱们下趟还像今天这样，把车直接开那儿去装。李哥，老这么整不好吧？你开的是公家的车呀。小孙不说，谁能知道？到时候给他整条烟，他都得挂10档给你跑。小孙，往那边去的路怎么样？好不好走？倒没啥太难走的地方，就是靠山进水的地方全是水打沟，不敢快开，颠得厉害。哦，没事儿，正好明天骡子车不用往平安跑了，我赶上车，拿锹把那些沟都给你出溜平了，保证你下趟来走的都是牛皮地儿。小根蒜咋不收了？我看还有不少往上交的呢。二大爷，小根蒜到了汆塔的时候了，将气往上一渡，那点好东西都用到传宗接代上了，药性不够了。中，那我让他们把手里的交上来，就不挖了。二大爷，等我回来，你还得去黑瞎子沟。中，瞎子跳井哪儿还不被封呢？发配到哪儿就在哪儿眯着呗。李哥，知道现在牛黄什么行情吗？你有？李哥，当我爸在山里收药材的时候，碰到一户人家杀牛，杀出了牛黄。我爸差不多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，给买下来了。这些年一直也没出手。有多少？你知道成色吗？应该能有300来克吧，具体啥成色我还真不知道。药材公司收是85，要是碰上好买主，能卖到90多吧。李哥，有合适的买主吗？有。人在吉春吗？一个安徽的老客，不在吉春，在省里，不过搁一个电话他就能来。安徽老客是王炳春吗？我听说他老家不是东阳的吗？你俩认识？我不认识，只是听说过专收细货的知名人士，行里边有几个不知道的。李长风先是一惊，随即又把第一次见面时那点话头给串上了。那明天我给你引荐引。老吴，耽误你一会儿，我这儿有点东西，帮我看一眼。李股长啊，又得着什么好东西了？牛黄，这玩意儿可是好几年都没看着了。老吴把牛黄翻来覆去看了半天，神情越来越认真。好玩意儿啊，这个是老东西，多少年了？有10来年了吧。经管的挺上心的，跟上个月刚取出来的似的。你这点东西顶2个万元户了，这么多钱，盖个小楼都够用了。山沟子里哪用得着盖那么好的房子？有个砖房就不错了。准备什么时候动工？李哥，还是先找施工队吧，先确认一下今年能不能完工，我好回去办宅基地的事儿。最好是那种能帮我跑材料的。八字还没一撇呢，瞎张罗啥呀？万一不成多磕碜。弟妹，现在这东西这么缺，我一个电话过去，他都得半夜光腚跑过来。你们家这口子，那一看就是文化人，起那名儿都和我们不一样，一文多好听。兄弟，你这名文绉绉的，是有啥讲究吧？李哥，也没啥讲究，可能是我爸想让我成为一个和他一样的文化人吧，所以给我取名叫一文。那这么说，老爷子也是个文化人呀？你听听我爹给我起这名，还长风，要多土有多土，挺好听的呀，永远成风。李哥，你为什么不现在就给王炳春打个电话呢？水晕蛋黄，杯底无渣。小老弟呀，成色差了点儿。昨儿药材公司才说是上好胆黄，公家85，我给你个公道价，86，多了我可不能收了。老板，
出不到95，我就先不卖了。他低头把牛黄往回包，手越慢，屋里越静。5、600种中伤药都得用这东西，国产进口加一块都远远不够。反正我也不急用钱，先留着，过年涨价了再出手。王炳春心里一紧，知道这小子做过功课。包时候加点小心，要是碎了，以后86都卖不上。再过阵子五维子快收了，准备的咋样了？还是那几条路子，去年那个量没问题。我1吨再给你涨80，量翻1倍，行不行？15000斤，你个败家娘们儿，就干愁着，再不伸手，回去的车就赶不上了。这熟悉的感觉又回来了。他把牛黄一收，转身就准备往外走。这人咋汪汪的这么犟呢？李长风心里门清，一克差5块，这一单差1000多。回来吧，回来吧。秤盘一晃，233克。那块最大的胆黄是方形的，方的圆的有啥不一样吗？若指这几块本该是圆形或卵形，方的说明胆囊里很挤。老板，方的圆的药效一样，管他那么多干啥？兄弟，事儿办得够敞亮，哥知道你刚才周旋半天，句句都是替我说的。今天别回了，上我家整几个硬菜，咱好好喝点。不了，老人孩子都在家，在外头哪能安心？你就不用取太多了，看着给点儿，不坏规矩就行。2330块，1分都不能少。真要是哥照顾兄弟，到家甩个1800那另说，何况我这房子还得指望你帮我找人盖。这点小事交给我，你那边有信，我就给你摇人。回来的客车晃晃悠悠往前开，窗外树影一节节往后退。他靠在座位上，终于露出一抹踏实的笑。李长风这条线儿算是稳定了。老儿子，检查的咋样？妈，都挺好的，你就等着哄孙女儿吧。孙女儿？季兰凤乐坏了，小钱多却只惦记车上那只三角兜。他先掏出一本存折，看也不看就甩到一边，又拽出一双布鞋，也随手甩开，根本不稀罕。直到摸出一袋塔糖，这才眉开眼笑。他抱着塔糖，蹦蹦跳跳的就往屋里冲。四叔，二大爷，我把牛黄卖了点儿，打算今年起个房子。我那院宽绰，局势够用，要不你把我那2间扒了，你上那儿盖去吧。四叔，那盖房子的时候你俩上哪儿住去啊？把你二大爷那西屋收拾收拾，咋还不对付几个月？老四，你那几间还挺板正的，留着吧。要扒我那几间。那你上哪儿住去？我一个老五保户，敬老院、林场哪儿还不能住？他胸口发闷，鼻子一酸，脸上却还在硬撑。二大爷，真舍得呀。留他干啥？等我死了，你还能上那儿住去咋的？不是早晚得倒。房子是在这个房产附起吗？不是，是另一个。那个房子也是你的名吗？不是，是我二大爷的。那也不行啊。走，去看看房子去。你这比原来的房子可是大太多了，这可不太好办呢。我这也是有实际困难，同志，我二大爷是五保户，四叔四婶没儿没女，我寻思着盖个房子把他们都经管到一起，就省得给县里添麻烦了。好，有觉悟，把这条记上。你和耿所长啥关系啊？没关系啊。你向村委会申请了吗？呀，也不知道这事儿啊。耿叔就说让我在家等着就行了。正好到饭点了，2位同志上家去，吃完了再走。不用了，待会儿我们正好从村委会路过，帮你补一个得了，也不麻烦。耿所长不是让你在家等着吗？李叔，这么办合规程吗？哼，你懂多少规程？再学几年吧。这事儿就算妥了吧？那咱们抽空就开始扒房子吧。还不行，手续得走到县土地局才行，快慢可全在老耿头。这是咋了？多大个事儿，像他妈你爹咽气了似的。我早说不行，人家大城市姑娘哪可能扑奔咱这穷地方来？爸妈，你俩先消消气儿，我和老弟唠唠。没戏了，你也是念了10几年大书的人，咋这么想不开呢？姐夫，那我这几年不是白等了吗？
你换个思路，咱就当他是个陪练，你就当是练手了。昨天我和你姐看了一眼，人家四凤子也没像你说的那样，我看跟你姐比也都没差到哪儿去。姐夫，他和秦莹那可没法比，你费劲巴力去够人家，就算到手了，人家真能把你当回事吗？可四凤子对你的心思，我昨天可是全看出来了。他也太厉害了，小时候我都让他骑着揍过，这回他得让你骑，还得乐乐呵呵的。姐夫，你说这啥呀？我不懂。董树果被逗得耳根通红，整个人都乱了，那股钻死胡同的闷气到这会儿总算被拽出来了。你汪汪的到底去不去？跑腿的事儿还得你爹去干，都汪汪20多岁的人了，还想让我给你当小伙使唤？咱爸让你干啥去？让我去找耿叔，耿叔来家吃饭。老头子说的有道理，这活可不就得年轻人干吗？走，我跟你去。一桌子人边喝边唠，耿所长时不时就往董树果身上溜两眼。今天上午把宅基地丈量完了，态度咋样啊？耿叔，有了你的话，那态度能不好吗？没啥，都是正常工作。明天正好我去县里开会，我把材料带上，直接找局长给你办利索喽得了，省得你和你老丈人老是惦记着。耿叔，那可是太谢谢你了，来，我敬你一杯。干了3、4年了，像你这样想着办手续的可真是不多。钱一文心里一动，暗暗好笑，这点意识都没有，我那几10年不是白活了吗？啊，没事儿，还能让他喝多吗？快进屋。你干啥来了？我妈怕你在外边喝多了，让我来看看你。这和当年骑我的那个疯丫头，确定真是一个人吗？回去吧，这几步道爬到家也用不上10分钟，有啥好惦记的？哎，这老头子可是真不会办事，刚来咋就往回撵呢？让俩人先放会儿电不好吗？耿秋凤，拿手电了吗？外边可黑了呀。董树果，拿上手电，送耿秋凤。你咋回来了呢？钱哥，又收了不少，都堆成山了。豆腐酱子让我回来接二大爷来了。不错呀，那一会儿吃过午饭，你就抓紧带二大爷去吧。哎，钱哥，豆腐酱子在那边又买了头驴拴车上了，我不想这么干了，我也想像豆腐酱子那样自己收。可是你一收不和他争嘴了吗？我上我老家那边收去，那边和他这儿根本不挨着，不犯冲。那还行，不过那你搁啥拉货呢？我这不是寻思着和你商量商量，把四叔这驴车借我10两天。这好像是不行，我当初都答应给豆腐酱了，现在反悔，那不成拆人家台了吗？你别着急，你这只是心头一想，还不知道你老家那边啥情况。你先骑上我这车子，去摸摸情况，然后咱们再想办法。要是打了广告真能收上来，就先用我老丈人这骡子车拉几趟。后续要是真行了，我借你点钱，你也拴辆车。真的？那我现在就走。着啥急，活老病嘎子了似的。你不吃饭，我二大爷还得吃呢。钱哥，我觉得你让豆腐酱子这么收，不是个曲子。咋了？啥都没个数，还把这二大爷一个死身子。主要的是时间一长，哪有一点不差的？你多了他少了的，我怕到时候一闹扯起来，你和豆腐盒子连交情都没了。行，就按你说的来吧，我定个价，你们俩都按这个价交。可有一样，分等的时候要是差事儿了，我可不容。周转的钱还是得钱哥给出。没问题，今天你跟哥说了这么多，哥得谢谢你。以后哥有啥想不到的，你看出来了就早点给哥提个醒。哥，还有个事儿，五味子马上就要开始采收了，你宣传的时候把这事儿也顺带捎上。过2天我给你报价。钱一文，你老丈人来电了，说你的宅基地批下来了，让你上他家去拿批复文件。左邻右舍有听着的，去他家告诉一声。老弟，这是2建的肖队长，都是好哥们儿，有啥想法你就直接和他说就行。钱一文把图纸摊开，
朝肖队长轻轻推了过去。你家多少人呢？盖这么大的房子？人倒不多，但家数多。照你这么说，那是得3开门，这可就是大6间了。再沉上地基，包工包料的话，还不得1万大多？现在钢筋在黑市上买，得2000多一吨。那今年能完工吗？有点紧，得马上动手了。肖队长，眼下我手里这1800，你先拿上，就当人工费了。以后材料进场，到一批我结一批，完工后一起算人工费。干了这么多年包帮头子，我还是头一回先拿到人工费。老肖，你还怕人家不给你料钱咋的？别看小兄弟狗大年纪，可腰却有老牛那么粗。你的兄弟那就是我的兄弟，我哪能信不着呢？二大爷，起这么早啊？哎，你这大早晨的咋还喝上酒了呢？二大爷，舍不得了，有啥舍不得的？旧的不去，新的不来，这房木能不能有点用性？二大爷，咱盖的是楼座子，平顶钢筋水泥的，用不着木头。那柱脚总能用上吧？这些房木都是你爸当会计的时候，我俩从东风林场拉回来的。二大爷，我老丈人一会儿来，我让他把照相馆的人也带来了，一会儿咱们坐这房子前边一块捏个影。好，留个念想。也不知道这山丁科子能不能给我留下来。二大爷，你要留下，那就说啥都得留下。留下最好，不然啥都没有了。你姐回来该认不得门了。我给你找人看的时辰11点15分，现在动工正好。好，二大爷，开工大吉！二舅妈，你这脚脖子还没好，你咋还来了呢？钱小子，家里小鸡儿少，就给你攒出这几个来，明天再看看，挤出几个来我就给你拿几个。二舅妈，你自个儿留着吃吧。这时候不伸把手，还啥时候能显着你二舅妈？我还寻思让二狗子也回来呢，给你跑跑路啥的。二舅妈，春生他在外边不也跟帮我一样吗？倒是。英子，给你二舅妈找点活干。二舅妈，你这腿脚不好，就坐边上歇着吧。那可不行，帮工，正眼瞅着还来干啥？爸，你说他那几大汽车的黄旗咋收上来的？也没看着有多少人上他那儿去呀。豆腐酱子豆腐都不做了，不是天天在外边跑着给他收药材吗？那小毛驴子车能装多少？2背篾子就装满了。你说他能不能是掺的羊蹄叶根子多呢？那玩意儿掺多了，还不得一下子被人看出来？那就奇了怪了。你就让他得瑟吧，做大劲儿了，不是啥好事儿。爸，你干啥去？上老钱家。你上他家干啥去？有那酒你喝他不行啊。一人做事万人看，我是大队书记，花大面总得过得去，不能让人挑出毛病来。话说的堂皇，人却已经揣着别的心思上路了。于德水，哥，干啥呀？明天你起点早，带上干粮，找俩知根知底的人，给我整几百斤羊蹄叶根子回来。钱小子，可真是出息的不善啊，盖上砖房了哈。刘叔，你能来看一眼，我这心里就很高兴了。你看你还拿啥东西？人家盖房子都怕地不实，抬着碾子砸糠，你这咋还往出泛土呢？刘叔，你要是问我这个，我还真说不出个字5卯西来，我这都是包给别人的。肖队长，你给我们刘叔叔讲讲吧。这是基础，得挖到冻土层以下，里边沙子碎石往上反几层之后，在上边再打钢筋混凝土底梁。又是钢筋又是水泥的，那得扔进多少钱去？不扔也不行啊，这主要求高，50墙，举架3.3米，房子面积再大点，上边还得架预制板，没有个好地基可不行，多出这几千块不白花。
这整利索喽，得不少钱吧？这大房子盖下来，还不得个7、8千块，可劲儿使了啊！我大队那边还有事儿，我先回去了，你们忙着吧。7、8千块，糊弄鬼呢？那几捆子钢筋明晃晃的放在那儿，就那一堆玩意儿就得值个几千块了。他哪来的钱？收点药材就挣这么多？我好歹也收了几天了，有多大的利，我还能不知道？就算是他那2大汽车的黄旗都是捡来的，也就值个5、6千块顶天了。老李，给我来一盒金葫芦。刘村长，这是干啥去了？老钱家盖房子，我去看一眼。咱们村好几年没人盖新房子了，你没去看看热闹？我得守铺子呢，哪有那看热闹的心思？早晨送去2袋花生米，还是锁上门去的呢。我看那房子整得挺大呀。够局势。再往长抻抻，都快赶上咱们那小学球了。他盖那么多间干啥？那2口半人，我听人说是要把前陈和前武都归置到一块儿，要不然能盖3开门大连景吗？这光听说给儿孙盖连景的房子，还头回听说给叔叔大爷盖的。老钱家这是活回去了。这么大的房子盖下来得不少钱吧？往少了说也得1万4、5吧。这小子也没见他有多少来钱道，啥时候变得腰杆子这么壮实了呢？这人呐，发达一时，没听过那句老话吗？马无夜草不肥呀，马无夜草不肥。刘支书，刘支书，干啥？你烟忘拿了。刘支书，记账啊。剩下的存着，下回一起算。我汪汪的咋算计咋不对劲儿，开春还让账主子撵得直往苞米杆子垛里藏呢，怎么现在就能盖起1万多块钱的房子呢？啥玩意儿？能值那么多钱？你听谁说的？李德福。他说那玩意儿能有准吗？那红砖才2、3分一块，能用多少啊？人家李德福好歹也是扒拉算盘子的，哪年不上县里去学习2回？就算是他没盖过房子，但知道点钢筋水泥的价格还奇怪吗？爸，你是不是怀疑那牛黄？怕是他得了咱们的牛黄。不是在咱们手里吗？这玩意儿又不是苞米黄豆，咱们哪认识？不行，明天我和你妈得去找你舅。找他干啥？让他带着我去县里，找药材公司的行家给看一眼。二哥，往长远看，不用你告诉我，我知道。那你瞅啥？我看看那山顶壳子。你直小子让人拿木头都给你炸起来了，放心吧，没人动。二哥，你侄儿不是给你整一条烟放柜里了吗？就别抽这烟面子了，呛肺管子。年轻人过日子不知道谨守，岁数大的在一块跟着败火。我可不老。二大爷，收拾收拾，把门锁上，要开饭了。这片片的不搁人守着点哪行？我看摊儿，一会儿给我带回来一口就行。屋里有啥东西，自个儿心里没数吗？还敢大撒手？怎么样？我说准了吧？二大爷，一块儿去吧，英子在家就行，正好也让她歇歇脚。中。忙活一天了，脚又得肿不像样了。你去屋里躺一会儿，把脚垫高点，等我回来。爸爸，我也去。行，一会儿邵掌柜的还得给大伙儿敬酒呢。爸，牛儿夹住了。人儿不大，长得还挺全乎，也不能给川友当裤了。这是汪汪的不好看。这话让你汪汪说的，老钱家不全着这玩意儿呢吗？肖队长，有李哥这方面，我也不拿你当外人。大伙儿累一天了，我先给大伙儿倒碗酒，一会儿陪你，你别挑理哈。去吧去吧，
我这儿有垫嘴的，闲不着。扒拉什么玩意儿？扒拉硬了挑你眼皮。哎呀，啥嗑都敢唠，信不信我给你这玩意儿撅折喽？你小子中过道子吧？咋的？还会修理坝埂子呢？累了一天了，吃好喝好，吃好喝好，累了一天了。二舅妈，你今天可得喝点。老娘们家的喝啥酒，多让人笑话。二舅妈，谁敢笑话你啊？今天晌午大伙吃那豆包，一大半都是你包的，谁敢笑话你？明天咱就不给他包了。哎呀妈呀，白瞎了！哎呀妈呀，这可喝不了，快折回点去。喝吧，二舅妈，喝点酒活血。要是实在喝不了，你就拿它揉揉脚脖子。信不信我一碗把你脑瓜子削放屁喽？来呀！正缺孝子呢。别闹了，把碗放好，倒酒了。那你能抠掉？你要真给抠掉了，这碗可就找不着主了。咋回事？这碗都是从村里各家各户借来的，为了区别每家的碗，都在碗底儿做个记号。啥也不懂。这借东西的活好啊，溜溜达达的。明天我干这活得了。那可不行，盖房子的事儿离了你哪行？再说，那活你也干不了。我咋干不了？你知道谁家碗筷多吗？你知道谁家大公鹅拧人？你知道谁家的狗专门追人吗？不，说个事儿哈，刚接到上级通知，汛期将至，东方红水库琥珀工作迫在眉睫。这一次要求没出齐义务工的，明天都得参加。下边我点名啊，点到的明天早上6点半到大队集合，不来的一律按旷工处理。刘德宗、马万山、张。我去哇哇的，这不是找病吗？我挠他去！你快坐下，哎，你快坐。汪汪的，都啥社会了，还有这人？天底下空空堂的，啥味儿还能没有？汪汪的，这揍性！我明天我就不去，看他能把我怎么样？你是在夸我吗？该夸夸，该骂骂，我对我儿子也这样。姐夫，修水库大家出义务工，那可是规定的，你可不能说不去就不去。汪汪的，你钱小子气量还挺大的，完犊子玩意儿！需要我们这边干的活还有什么？地基挖完了，你们也就帮不上啥忙了。要是有人就帮着打打铃，没人也没啥大影响。咱这地基还有多少没挖？总的来看，再往下挖30公分，也就到冻土层以下了。现在就等着这个地槽子了。明天沙子和礁石就进场了。那没事儿，耽误一天就耽误一天吧，也不差1天半天的。来，喝酒，喝酒，喝酒。哼，你别着急，不就是一桶敲那么深吗？老钱家又不是没人了。二大爷，回去睡觉吧。这不是有帐篷吗？我都和我妈说了，把里屋给你倒出来，你还睡帐篷干啥呀？咋的？人家能睡，我就不能睡了？当年在山里倒套子的时候，穿大皮袄睡雪壳子，不也挺过来了？有个帐篷，那都是享受。四叔，你咋来这么早？我来套车，今天得去趟平安。你四叔没在屋啊？这是又撂哪儿去了呢？
二大爷，四叔。我还寻思扑通扑通的闹了一宿的耗子呢，原来是你俩呀！小队长，耽误你干活了没有？二大爷、四叔，晚一天就晚一天呗，拼这命干啥呀？快点上来吧，待会儿人多了再挖吧。你们几个快去换换俩老头。肖队长，一圈都挖了，现在就差这2丈远了，你就别和我们老哥俩抢着攻了。老钱家人的脸，老钱家人自己圆。老钱家人，汪汪的牛！钱小子，你总得记住，少吃一口没啥，少喝一口也没啥，但人这一辈子，就是不能让人踩在脚底下。二大爷，我记住了。英子，妈，咋了这是？烫壶酒，热点饭菜。大早晨的喝啥酒啊？二大爷和四叔挖了一宿的地基。二哥，你看看，我比你得多挖7、8米吧？哼，你比我年轻好几岁呢。我要是你那岁数，你可挖不过我。你也不赖，你也不赖。上岁数了，差不少劲儿呢。给我吧，我跟你四叔换着擦擦得了。二大爷，咱们是一家人，你跟我自个儿的亲爸差啥呀？你属狗的吧？这饭点咋掐得这么准？吃饭都赶不上热乎的，还干啥能行？姐夫，你还真不去啊？不怕以后领导找你别扭啊？我惯着他，我倒要看看他能把我咋地。我今天不来，你们这帮玩意儿准得说我，说完了又拉垮了。原来你小子还挺注重声誉呢。到底咋回事？谁心里能没数？你一个外来人口，仅凭一句话可否定不了我。二大爷、四叔，咱以后可别再这么干了。你一辈子能遇到几回这样的事儿？这时候不拼命，还啥时候拼命？二大爷，我一会儿得去趟平安。家里这么多事儿，你干啥去？我去买点酒回来。李德富那儿的酒都让我买光了，顺便把我丈母娘接来，帮着做饭。去吧，有我和你四叔守在后院，你媳妇儿在前屋，两头都没事儿。你俩一会儿可得睡一觉啊！干活时候哪有睡觉的功夫？一会儿实在困急眼了，帐篷里眯一会儿就行了。那我先走了，你俩可千万悠着点啊！肖队长，你帮我看着点他俩，一会儿就让他俩睡觉去。去你的吧！我这小半辈子净管人玩了。同志，王哥呢？上县里了，早晨就走了。哎呀，这人真是的，出门咋还不告诉我一声呢？白跑一趟。同志，知道他干啥去了吗？不知道，早上来了2个人，说了几句话，他就跟主任请假走了。哦，那我明天再来吧。钱一文那小子肯定有事儿，越琢磨越不对劲儿，我得做点啥。老婆子，别睡了，这么早干啥？我领你上吉春，辛辛苦苦的
扯几尺布，给你整件新衣裳。你汪汪的还能那么好心？顺便上药材公司去一趟，看看这东西到底是咋回事。我去有啥用？药材公司是能给我里子，还是能给我面子？咱让兄弟跟着去，几尺布做件衣裳。我倒是想自己去，不带老婆子，王维之一定不会惯着我。老王，你怎么还跑来了呢？今天也不开会啊？李股长，我找老吴有点闲事儿。那你快去吧，我看他刚进屋。你和他熟吗？用不用我带你去？不用，我和老吴在一个工作队待过，熟。那我就先忙我的去了。这是啥东西？杀牛了，得了点牛黄，拿来让你给鉴定鉴定。好时气啊，这玩意儿都能让你给碰上。亲戚家的。这是你啥亲戚啊？我姐姐和姐夫。亲姐？亲姐？要是自己家实在亲戚，那我就有啥说啥了。你这个根本就不是牛黄啊！咋可能？牛是我杀的，这东西也是我眼看着从牛胆里拿出来的呀！确定是从胆里拿出来的？那还有错？我们好几双眼睛盯着的，还是他儿子亲手取出来的呢？这就奇怪了。难道说是没长成？是不是这牛杀早了？这我就说不准了。咱们这小地方，几年也碰不上一回这事儿。就算是谁家运气好，真杀出牛黄了，人家也不一定能拿咱这儿卖来。经历的少，你这个情况我还真没法判断。反正以我掌握的来看，这确实不是牛黄。同志，要不你再帮忙看看，别再是走了眼。你要是信不着我，可以拿到省里去鉴定。省里不行，还有燕京呢。大地方的人肯定见得多，也有经验。兄弟，我姐夫他不是这个意思，你别挑他的理。没事儿，没事儿，碰上这事儿，搁谁都得着急。同志，我问你个事儿，我们平安那边有没有人来卖过这东西？这都4、5年了，别说是你们平安了，就是整个吉春拿来让我们看上一眼的都没碰上过一份。真没有？平时那些个咕咚心眼子都哪儿去了？这都干多少年的老职工了，这点玩意儿还能出错？晌午了，该接孙子去了。我怀疑就是那个姓钱的把牛黄给调了包。没凭没据的，你可不能瞎说。跑不了他卖膏的。这大忙的，你怎么还跑出来了呢？我儿子说想他老了，我来接你，顺便买点酒带回去给帮工的喝。妈，这点东西你找个严实点的地方，帮我藏好了。是牛黄？哎呀，那可得找个好地方掖严实喽。婶儿，姐夫来买东西。姐夫，房子盖咋样了？还没有啥模样呢。树果说等过几天要带我去看看呢。欢迎啊，到时候提前告诉我一声，有去拉药材或者送料的车，就把你们捎去了。不用麻烦，我俩骑自行车去就行。好，自行车好啊。妈，那个王胜利的对象叫啥名啊？一个服务人员，怎么一见着咱家人就那个脸色呢？你说李瑞玲，老李家那支子人都一个德行，看着谁都那样。哼，有个当镇领导的爹，有点傲气也正常。哼，他那爹还不是靠那个姓柳的县领导。
当个破镇领导，这把他给嘚瑟的，天天倒背着手，脑瓜带痒的像抽羊角风，扳不回来似的，这辈子都看不着脚面子。可是，我看他对别的顾客可不那样啊。那八成是看着对心情的人了吧？你看看，还不是的，碰上不对心情的，就把脸拉下来了，哪有个为人民服务的样儿？自己过自己的日子，挑人家那个干啥？又哪有几个像咱们家那样的？咱们家的妈，四凤子都成咱家的了。快了，快了，咱家的粮食都省了。妈，那不对劲儿啊！要是真成咱家的了，咱家不是应该废粮食才对吗？妈呀，这不能以后归了人家吧？妈，你家就一个儿子，老耿家不能跟你抢。那倒是，要真是做了人家的上门女婿，他那些叔叔大爷都不能让。妈，我爸不就哥一个吗？啊，我说的是远支，都出了五福的。算上远支的，也就恕果一个。那倒不是，恕果也有几个远支的叔伯兄弟，可就是都没有生男孩。他二大爷家那个哥哥，为了要个男孩，工作都不要了，跑南方去躲着了，也不知道能不能生一个出来。啊，不对呀，这和前世完全对不上了呀。前世我做大以后，明明是老丈人不顾年迈，亲自跑来把自己的一个未出五房的侄孙送到了公司。老丈人还千叮咛万嘱咐，说这个叫董庆的孩子命挺苦，让我无论如何对着好点儿。董庆送来的时候是2002年，20岁。原来我的儿子钱都没丢，而且还凭借自己的努力做了英多集团的高管。可是为什么老丈人不挑明了说呢？兄弟，你这二大爷可是真犟啊，我是摆弄不了他了。怎么了？不犟，那还是我二大爷吗？困得脑瓜带丢儿当的，就是不离这坑边儿。我是真怕他困急眼了，再一头栽进去。肖队长，那一会儿我说说他。你瞅瞅，他这咋还往里头灌水呢？2大罐水都灌进去了，又去拉水了。这3罐水都够浇半蒋地了。二大爷，咱就听人家的吧。肖队长这么干，一定有他的道理。哪儿找这么一伙人？可别再是野路子。你瞅瞅，西北角子那儿挖那么大个坑，也不知道是干啥的。二大爷，那是陈井，有了这玩意儿，以后咱上茅屋都在屋里，冬天就省得冻屁股了。啊，我吃我辣呀，哪有这么过日子的呢？你，二大爷，你累了一宿了，赶紧去帐篷里睡一会儿吧。我可不像你四叔那么不堪折腾。我倒是要看看灌这么多水进去到底有啥用，我说啥也得坚持住，看看这帮人到底咋干活。这老头是实在困急眼了。你咋还回来了呢？妈，我不是告诉过你，动工的时候给我捎个信儿吗？你咋没和我说呢？你钱哥说不让我告诉你，怕耽误里那边的事儿。妈，我跟钱哥说点事儿，你先坐一会儿。这脚脖子刚见好，可别再抻着了。2个不行，4个也未见得够，6个。当妈的给儿子吃独食，还整这么多，爱咋咋地。儿子吃饱了是正事。钱小子，你别笑话二舅妈，从进麻池那屯子到这儿好几10里呢，二狗子准是饿坏了。二舅妈，你说啥呢？就春生这次带回来的消息，我单独给他摆一桌也不过。咋啦？妈，买卖上的事儿你也不懂，就别问了。行，不问就不问，这是绑岗子硬实了。慢点吃。春生，你估一下量，和豆腐酱子那边比能怎么样？钱哥，只多不少，而且这边更偏僻，道更不好走。
去收购的人很少。一会儿找你嫂子拿500块，你明天一早就回去，赶着四叔的毛驴车去。可是我怕这一辆车也整不过来。哼，大活人还能让尿憋死？远的地方你让他们自己给你送到家。一会儿我和李哥说说，把骡子车给你，那个大点。妈，再给我来几个。少吃点吧，年干粮吃多了烧心，留点肚子，等下哥陪你好好喝几杯。哎，可有一样啊，这骡子你可得好好给经管着。我老丈人对他可比对我和我小舅子都好，从来都没大声和他说过话。要是让他看出骡子瘦了，他要骂人，我就把你领他家去。放心吧，钱哥，我姥爷跟你老丈人一样。老犊子，你咋还捡个乐呢？看不出来呀，二狗子你是狠人儿，连自己都骂。你个老犊子，我汪汪说话抄点近道。你个二狗子，不怪踹你，老人在跟前呢，啥你都说。姐夫小舅子的，闹2句笑话没啥，你们只当我没在不就行了？钱哥，有个事儿。又整耍钱鬼子那一出，好像要扒墙头子似的。你就不能光明正大点儿？这事儿好像还真得这么说。那你快说。有人问黄柏的咱收不收？很多吗？很多。春生，你说的很多是山上很多，还是村民们手里很多？都不少。解冻以后就有上山扒树皮的了。没有人收？咋没人收呢？晾干的4毛5一斤，还没人卖呢。不知道谁瞎白呼的，说等到过了年能值6毛钱一斤。看来市场不骗人，连最终端都知道要涨价了。咱到底收不收？春生啊，你先和大伙说个河洛话，等我2天。行。钱哥，那五味子的事儿定准了没有？那边的山上五味子多不多？多得很。老年的时候，山里地少，没啥产出，家家户户都在山上种一些换个油盐。后来那啥的时候，都怕被戴帽子，就没人敢上山采收了。没砍蕨根儿？不摘就得了，砍它干啥？反正占的也不是庄稼地。那还能结果吗？要是现在抓紧把荒草收拾收拾，到秋肯定还能采回来一些。那你就跟人家定死了吧，铁定是收。李哥那头还8字没一撇呢，你先别和人家说这么早，万一……没有万一，就算是李哥那头，撇和难都不出，咱也能凑齐这个8字儿。五味子看涨，过段时间一定得有不少人进山收购。实在不行，你先给他们少交点定钱，让人家心里也落底。嘿嘿嘿，哥，你要这么说，我又得提钱了。嘿嘿，没事儿，你嫂子是提款的人，你用多少一会儿和她说。哥，还是你说吧。老是这么怕女人，哥想给你娶个弟妹，都不知道从何入手。你也不能全靠我给你出钱，我这头也挺紧张，想办法争取早点自己先把底子钱挣出来。钱哥，我回去后紧倒腾着点儿，然后你能不能开着大汽车去一趟？早点靠自己循环，想法不错。等我们去了，你准备点小杂鱼，李哥就得意这口。那玩意儿还用准备？我老家门前就是河，一网就能兜上来半盆子。别说河鱼，嘎哈麻子都有的是。有的是？那可不有的是。秋天一上山，直往脚面子上蹦。那怎么没人抓呢？咋没人抓呢？炖着吃，一肚子的油和籽儿，可香了呢。春生，那你就多准备点吧。太没问题了。反正就是这时候刚甩完籽儿，肚子里没啥玩意儿。媳妇儿，你说收药这事儿还能维持多久？
有卖的就一直收呗。我是说，再好的资源，大家都动起手来，迟早有一天也会挖完的。今年挖没了，明年还长，怕啥？大拇指头粗的一根黄芪，得长好几年。照这么挖下去，也挺不几年了。妈，手，别吵吵。孙子，你过来，奶这儿有糖。真像你说的那样。像青山要财富，这口号喊得挺欢，可终究不是长久事。那怎么办？真要是药材收不上来了，咱们干点别的。我听你的，你说干啥，咱就干啥。要不，想不出来，那就明天想。正好明天李哥要来，你和他说说五味子的事儿。为什么非要让我说？咱俩不是都说好了吗？这事儿归你管。为什么非要给我找点事儿干呢？老娘们太闲了，不行。你这事儿可真多。谁叫钱一文？我跟我们走一趟吧。媳妇儿，别怕，一点小事儿，我一会儿就回来了。哎呀，咋的了？这是咋的了？真的？说钱小子怎么突然间就这么有魄了？原来他那钱不是好道来的。你看着了？没看着就别瞎说。办公局的车那是随便坐的吗？没点谱，人家能来抓他？同志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少说话，自己干了什么自己还不知道吗？到了地方有你说话的机会，你想不说都不行了。发现多久了？发到省里做叶片的时候，上了铡刀，才发现芯子里的颜色不对。你看看，这哪是一个子儿？你们县药材公司收上来东西不做质检的吗？肯定做呀，不过主要的检验工作还是在收药材的供销社这边。我们每次抽检可都是合格的，而且都有记录的。你们是怎么做的质检？同志，我们是一没设备，二没专业知识，供销社的质检只能靠两只眼睛看，具体把关那还得看上边。你们俩在这打乒乓球呢，不归你管，也不归他管，难道说这责任是我的吗？你们两个谁是领导？同志，土产部这一摊子事儿归我管。那你是干什么的？同志，那些分等捆板的临时工都是归我管的。我这一天事儿可多了，忙完了这边忙那边。行了，问你什么说什么就行，不用废话。你看看这几捆是不是你们供销社捆的？不是我们捆的。确定吗？确定，错不了。我们捆板用的都是细棕绳，不是这样事儿的。那就跑不了你们俩了。你们是在这交代清楚，还是回局里说？好在被及时发现了，药材还没有流入到药匣子里，没给人民群众造成生命财产损失。早交代了，态度再好点，能得到从轻处理。如果拒不交代，同志，我有话说。说，咱们这套组合拳可是极少失手过，这不是几句话就整懵一个吗？同志，我捆黄芪用的都是在供销社新买的红色尼龙铺子，你看看，票子我还留着呢。你这是干什么？大庭广众之下，严肃点。同志，我还有一个重要的证据，你得看看。昨天劲儿使大了，把裤腰带绷断了。蜀苏同志，我们农村谁家都有这样的麻线。他虽然买了那种绳撇子，但他回去用不用别的捆，谁知道啊？坐下，是我审你，还是你审我？这就是说，你用的是这种绳子了？同志，我也没用多少，有不少都是用湿稻草捆的。这才叫真的专业，大坑小坑都给你挖好了，人还活蹦乱跳呢，那边就动土了。
交代还是不交代？一星半点的，能有啥影响？都带回去。同志，我冒昧说一句，我觉得要查清结果，不应该去县药材公司，全县10几个乡镇都往那里送，想辨别出是哪个乡镇送的都不容易。供销社库房里现在就有我交的药材，是这种情况吗？去供销社，带上证据。同志，他亲口和我说过，他家也往里掺洋迪叶子了，你们可得看仔细了。哼，三丸子，没凭没据你可不要乱指哈，东西都在这儿摆着呢，你是在怀疑叔叔同志没你眼睛好使吗？李科长，我觉得可以带走了。兄弟，刚才哥也没替你说上话，你看这点事儿用不着你说话，而且你一开口反倒把自己装进去了。李哥，我在下边又设了一个收购点，存了不少货，什么时候咱俩一块去看看？汪汪的，你这心可真大，出了这么大的事儿还有闲心想这个呢？又不是我的事儿，我跟着招啥急？天底下天天出大事儿，要是都用我操心，还让不让我活了？我就知道你干不出这事儿来。什么可以干，什么不能干，咱心里有数。到底咋回事啊？没事儿，一点小误会，待会儿我和你细说。徐叔，你看你那么忙，还老是得麻烦你。乡里乡亲的，走几步道，有啥麻烦不麻烦的？你看看你妈，就这么点事儿，非不让我走。徐叔，要不留下吃个饭？徐叔，你这就见外了不是？就算是没事儿，咱爷几个就不能坐一块喝点酒了吗？钱小子，你看你盖房子这么大事儿，叔啥忙也没帮上。徐叔，你侄儿心里啥都明白，哪能怪你？再说动工那天，我婶儿不是还端着一盆豆腐来帮着做了一天的饭吗？师傅辛苦了。没事没事。这是你家？是我家。早知道人家是掌柜的，怎么着也得让人家坐翅膀子上回来呀。把你整宫错去，到底因为啥事儿啊？是羊蹄叶子那事儿吧？把人给带走了？带走了，这会儿估计正亲切交谈呢。这回看他还敢不敢得瑟了。管啥的？四叔，那是泻药，管大肠干燥的。四叔要吃饭了，你干啥去啊？挖2根羊蹄叶子去，这2天上火了，那头有点不大痛快。四叔，不用非得刨根子，叶子也管用，你拿水一焯，当蘸酱菜吃就行。这回妥了。我就说嘛，一瞅钱小子就不是那样人。坐在那车里的还能是好人？这话是从谁的破车嘴里说出来的？吊钉你就忘了？我坐上那个车，谁能把你往好里寻思？你这嘴啊，离坐上那个车也不远了。我咋了？我这不也是紧跟形势变化吗？没事了，本来也没事儿，那就好。我刚才好像看着李长风也在车里了，他回去了？这会儿巴掌都到家了。这扯不扯呢？我还寻思让他上我家给我拿2条裤子呢。媳妇儿，今天害怕了吧？有啥好怕的？咱又没做亏心事。没怕，那我看你脸都不是色儿了。我们去二狗子那儿拉药材，豆腐酱子那儿也有段时间没去了，顺便去看看。你往那边点，我手都伸不过来了。家里盖着房子，一大帮人来帮忙，你走了合适吗？如果还得我天天在家守着，那还让肖队长给我包工跑材料干啥？那你就去吧。你去不去？咱俩一块儿去啊！来一帮人帮着做饭，我跑出去溜达去，成啥了？不是还有俩老太太吗？那能一样吗？咱俩总得有一个在家，不然以后谁还来帮你？还是媳妇儿想的周到。你再往那边挪挪。你昨天说怕山上的药都抄光了，我想到了个办法，也不知道行不行。什么办法？咱堡子里一口人分6亩多的责任地，而且山缝子里也能开出点地来。药材本身就是草，
也不挑地底子薄厚。你说挑几样值钱的，把它们变成家养的，行不行？跟我说说，你是怎么想到的？你不是也这样说的吗？我觉得你说的对，真把山上的采光了，那还上哪儿采去？那这事儿就你来办好不好？我就是这么一想，都不知道具体该怎么干。那你就慢慢琢磨着，反正也不着急。说定了哈，种药材这事儿以后就归你管了，我都听你的，你就支持我就行。你不怕我给你整砸了呀？砸了就砸了吧，不怕，砸2回就有经验了。李哥，我媳妇儿有话要和你说。啊？啥事儿啊？还非得他媳妇儿说呢？李哥，上回卖那点东西的时候，我听王老板和你说要收5味子了，我寻思着是不是我们也能收？这太可以了呀！你没听他说还要加量吗？我都怕完不成他给的任务呢。那到时候他收购价下来了，你就告诉我，我好早点给下边一个准信儿。不得不说，严春生这段时间的进步可真是够大的，活干得漂亮。三小子，你找俩人拿抬网去河里抬点鱼。那小河沟子没有大鱼，上大河吧。咱也不要大鱼，去什么大河？你就挑马口、船钉子、老头鱼、嘎牙子，整2网，够2斤就回来。二爷，你把缸里养的哈黄嘛挑大的捞出来点，一会儿炖一盘子。老啊，你上老村长要点大酱去，你下那酱稀了光汤的，一点味儿都没有。哎呀，还有蛤蟆呢，这玩意儿可是好东西啊，大补啊！山里有的是，待会儿走的时候给你们拿1网兜。那片山上是不是黄脖露苏松子啊？是啊，现在少多了，都让大伙扒皮给扒死了。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啊！能有啥，兄弟？没想着收点黄币？现在收黄币行吗？哼，有事儿也是我先知道，我告诉你一声，你收手不就完了吗？那我琢磨琢磨。这孩子可真隔路，坐屋里消停吃点多好，没风没浪的，偏要进园子吃。这孩子可真汪会玩。为啥把桌子放在这儿？这回心里有数了吧？你怎么不掐葱心儿？这个更嫩。外行了，葱心儿虽嫩，但鼻涕多，而且葱心儿没了，下雨天灌进雨水，那不烂根子了吗？好几垄呢，死几根又能咋地？还差你那几根葱啦？那可不行，东西再多也不能随便糟践呢。哟，看不出来还是个过日子人。 6月里数3伏，天气炎热呀。张先生，你的书房高吊着纱窗啊。那一天我们主仆闲游逛啊，行走我路过。啊，咋还毛愣了呢？用不用我给你拍拍头心子，给你叫魂儿？四姨夫，吃过饭了吧？还没呢，还没呢。要不一块吃点儿？二狗子，你装车咋不叫你四姨夫一声？嫌你四姨夫岁数大了，没用了？没多少东西，也没想麻烦别人。这搁谁谁也喜欢不起来，也太汪汪吓人了。二狗子，几天功夫就整这么多黄旗，你小子还挺能转转的。二狗子，来的都是高人贵客，你咋把这上不得席面的东西都端上来了？四姨夫，我还是给你拿一双筷子吧，这也没法使啊。用不着，这玩意儿使着顺手。这伤，黑瞎子留下的。差点丢了小命儿。
小命？多少年前的事儿了？多少年？反正那时候你肯定是不会坐着呢。人都说黑匣子伤人是靠舌头舔，是这么回事吗？可别听他们瞎歪歪了。那这么说，你这个伤是熊掌抓的？那你能给我们细讲讲吗？细讲？咋细讲？一巴掌就呼蒙圈了，还能记得啥情况？四姨夫，李哥和钱哥愿意听，你就给他们讲讲吧。那就讲讲。说起来，30几年前的事儿了。那几年也是真够糟心的了。先是他四姨没了，接着脸又没了。那时候岁数小，啥也不怕。冬天猫冬的时候没啥事儿干，就跟着人家进山了。落雪前秦山，雪化了回来，一走就是好几个月。亲手掏过仓子吗？狗大年纪，那帮老人哪信得着我？我给人家端锅了。端锅子的，你怎么还碰上熊瞎子了呢？可说是倒霉呢。人要是背劲儿啊，咋都不行。谁能寻思10冬腊月还能碰上个走驼子呢？那天也是怨我嘴馋了，缓了点荤油，寻思着拿半碗剩小米饭炒点油干饭，没成想就这点荤油味儿，把这个大家伙给招来了。那熊能有多大呀？得比我高2脑袋吧。我端着饭盆刚一转身，就看见他正站在帐篷门口，抻着脖子往里闻味儿呢。吓得我嗷的一声，一盆饭就扣在了他身上，跟着他就给了我一大巴掌。这脸喝完酒更吓人了。那他后来怎么没继续攻击你呢？嘿嘿，听说黑瞎子这玩意儿不碰死倒，要不怎么那些碰着黑瞎子的人都装死呢？我倒是不用装，是真被拍了个半死。等人把我送到山下的时候，撕开的肉皮子都冻得梆梆硬了。哎呀，这得多悬！这要是晚点到医院，都得有生命危险。哪儿上医院啊？荒山沟子里上哪儿找大夫去？就是找了个敢下手的兽医，上了点药水，抹了点红伤药，能贴的就往上贴贴，贴不住的就拿剪子绞下去。后来贴上的那些也一块都没保住。硬拿剪子往下嚼啊，那得多疼啊！光能听着剪子嘎噔嘎噔响，一点感觉都没有喽。就这经历，想都不敢想啊！一想起来，头皮直发麻。你俩瞅瞅，哪儿还有一块好皮儿？人们常说的没皮没脸，就这样。现在还进山吗？还进啥了？出了事儿以后，见着个反穿皮袄、戴狗皮帽子的，都吓得心直突突，还敢进山？再说，就我这样子，谁能领我呀？姨父，现在国家都不让打了，还有人敢上山掏仓子吗？吃了几千年的熊掌，用了几千年的熊胆。四姨夫，你吃过熊掌吗？好不好吃？吃过，那是真比猪蹄子强啊！这还用你说？富含55%的粗蛋白，水解后能产生不少于10种各种氨酸，一筐猪蹄子也没有一口熊掌值钱。赶山人挺舍得呀，我都没怎么吃过。平常哪舍得吃，都是赶到仓子好的时候，或者是碰上蹄子受过伤的才能吃上一个。一大帮人围着，一人能分上一块巢子就不错了。赶上人多，恨不得连熊屁股都一块往下卸。这附近有没有还指着这个过日子的？有，拉拉屯三门刘家那哥几个年年进山，年年进山，他们不怕吗？你动不行，人家少数民族打没事儿，哥几个是猎民，就指着这个呢。你让他种地，他也不会。那就是说，他们现在手里头还有货。外人都说刘老大手里有东西，是真是假，咱就不知道了。刚说的这几个人，你都认识吗？那是光认识的事儿嘛。当年要不是刘老大听见我那一声惨叫，跑回来放了一冲子，8成我就让那黑瞎子给做死了。李长风和江德旺看似有一搭没一搭的聊，其实一次接头工作已经完成了。身边要是没外人，现在早就进入利益分配的杀伤环节了。
往那边去的路好走吗？我这个车能不能过去？就是赶毛驴子车进去都费劲。怎么住这地方呢？出来进去的多不方便。你想让他搬到外边，他还不干呢。二皮脸这话我听懂了。咱看看去。李哥，一会儿还得去黑瞎子沟。刚才四姨夫也说了，车开不进去，要是走着进去，怕是咱们今天就得住那儿了。李哥，反正你来过一回了，也认识路了，你过2天单独再来一趟，让四姨夫带你去。就不知道姨夫有没有时间啊？有，我是咸腊肉一个，一年365天都有空，啥时候去都行。想走这条道你就找我，屯子东头第2家最破那所房子就是我家，只要你别从我身上踩过去，这方圆100里的谁手里头有啥，我心里都有数。哎，他说的好像你的词儿，哪句？屯子东头第2家最破那所房子就是我家。那可不一样，不信你回头再仔细想想。小孙，停一下，我俩下去洗把脸。兄弟，好像不乐呵呢。没有啊，没有，走了10好几里了，一个屁都没放。是不是我踩了你的点子，你不乐意了？李哥，我要是想这么多，还能带你来吗？说实话，我是不想碰这些东西。你是没接触过，这一大车黄旗都不一定赶上那4个大蹄子值钱。这事儿得怎么和他说呢？总不能说现在已经禁猎，而且再过几年就立法保护了吧？李哥，我一家信佛，不杀生。李哥，咱聊点别的吧。聊点别的，聊呗，反正都是一天的事儿，赶黑到家就行呗。李哥，喝过鹿茸人参酒吗？听说过，听朋友说过，不管啥用。你知道管啥的吗？就说管用。知道。你朋友跟你说不管用，我猜他要么是买到假的了，好像你试过似的。我还真试过，改天我给你整2瓶，你就知道了。兄弟，你俩咋都来了呢？一走而过，李哥要下来看看情况。你盖房子哥也没回去，这点山菜你带回去吧。李哥，你留着吃吧，四叔采的山菜还有不少呢。山里不缺，你拿回去吧。你跟我来，这边还有活的野鸡呢。他信佛之人不能杀生，都给我吧。凭啥都给你？我拿回去养着，给我儿子玩。钱哥，李哥那天骑个大摩托去我那儿了。你怎么都不问问他干啥去了？还能干啥？不就是让你四姨夫带他去见那些跑山的吗？从拉拉屯三门刘家回来后，还拿话点我，说要给我扔点钱，让我帮他收黄笔。还鬼念穷秧地跟我说，黄柏这东西要能收上来，1斤能净挣2毛多。干到明年开春，就算盖不上你这样的房子，整个一面青指定是妥妥的。这不是挺好点事儿吗？你直接卖给他，能多挣不少。哥，你拿我当啥人了？你把我领上道的，我还能踩着你过去吗？兄弟，有你这句话就够了。你就记住，哥只要有1口饭吃，就能吐给你半口。反正李长风那车也是公家的，你就让他勤跑2趟呗。老是跟你张嘴要钱，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。以后还是少麻烦李副长吧。你先停停，等哥把房子盖起来，我2、3天就去你那儿拉一趟货。你搁啥去啊？搁嘴跑啊？你就不用管了，保证不压你货就完了。哥，那黄北真的不能碰吗？挺多人问价了，我说咱们是给供销社代收，暂时还没有这个打算。
做得对，你先留意着，等我消息。但有一点，千万别和李长风做这个。那就是咱能动。你在那边帮嫂子收点东西。黄芪、荒芹、桔梗、种子。嫂子，收种子干啥呀？也没听说药材公司要这些啊。让你收你就收吧，我有用处。那上面有数量，一会儿我给你拿钱。还有，收五味子的事儿和大家说了吗？原来他们山上种的，让他们去除草了吗？都告诉他们了。那就没事了。嫂子，你俩这是啥情况？你跟二狗子说什么呢？这都各管一档了。不是分了，还能是咋回事？各管一摊就非得分开吗？领导说啥你就听啥得了，哪儿那么多废话？咋？你们家啥时候换的领导？我咋连听都没听风声了？哎，上梁嘞！来，拿把手。树果，快把你那玩意儿关了，大伙儿都听歌呢。兄弟，你这玩意儿也太牛了吧！这要是跑起来，比那小四轮都得快不少吧？小四轮哪能追得上他？从平安到这儿10几分钟就到了。我的个天！上平安打一个来回半个小时就到了。那可不，要是在柏油路上，1个小时能跑60、70公里比呢。1个钟头100多里地。钱哥，啥时候咱们也整一个？你怎么看着啥都想要整一个？钱小子，二狗子对象的事儿，你这当哥的得跟着上心呐。二舅妈，你放心吧，有合适的我帮他留意着。姐，你上一边待着去吧。兄弟媳妇儿，你可悠着点儿，本来脚就不利索，再把手挠块肉下去，不成废物了吗？挠掉块肉，不是又加了个荤菜？树果，啥时候买的呀？哪是我的呀？借我们校长的。哦，这东西得多少钱一台啊？好不好买？不知道啊，我回去给你问问。行，你帮我问问吧。姐夫，你也想买一个？有一个挺好，这往上一骑，媳妇儿在后边一坐，小腰一搂，大背头吹得板针儿的，多好！刹车好不好使啊？那能不好使吗？刹车不好使，不得杵沟里去吗？也是，刹车不好使，耽误事儿啊，少了不少乐趣。膈应人！哎呀，哎呀，这丫头长得可真俊呐！我咋瞅着你面慌的呢？一下子蒙住了呢？你等会儿，我想想哈。啊，你不是供销社卖东西的吗？妈，人家那叫售货员。那你告诉我，售货员是干啥的？卖东西的。那就直接说卖东西多好，拐那弯儿有啥用？老太太的话糙是糙点儿，不过好像也没错。大娘，是我。大娘，听说今天上梁，我和树果就都请假了，过来看看。哎，快坐这儿，快坐这儿，快坐这儿。这闺女，你瞅瞅，吃啥了？咋长的呢？婶儿不做了，有没有啥活我能干的？给我找点儿。哪用得着你？这小手像葱白似的。你爸呢？他不说也来吗？哎呀，在后边走着呢。你要不说，我都给忘了。都正命把火的要儿子，有啥用？媳妇儿还没进门呢，先把爹挣丢了。妈，这还没结婚呢，就连老爹都不顾了。我看等人家结婚了，你们俩就赶早上这儿住去吧。别瞎说，四凤子可不是那样人，前些日子还特意跑到县里给你爸换了一身新呢。以后啊，咱们少回去2趟吧，省得招人烦。妈，那我就不回去了。你就挑唆吧，得了便宜还在这儿卖乖。婶儿，我说让树果先带书来，我叔说他要溜达溜达。老儿子，你姐他们咋还没到呢？妈，
好几十里地，哪能到这么早？也是，咋才到呢？妈，把3家人拢到一块儿还不得一会儿？这还得亏是天没亮就走的呢。赵奎忠和马书友没来啊？妈，家里的地荒得不像话了，都雇人铲了，他得代工，我就没让他来。快进院，正要上梁呢。就是我。不说是今天上梁吗？梁呢？爸，咱盖的房子不起几，不用梁。不用梁，那用啥？那不是吗？都用这个。这玩意儿一看就能结实。哎，这扯不扯呢？我白买6尺红布了，往哪儿挂？这是你老丈人吧？嗯，是。老爷子，这老规矩咱们哪能不想呢？我早给你留地方了，我要给他东西店挂钩。肖队长，你踩他干啥呀？现在踩折了，总比一会儿折了强。男劳力和老爷们儿都往这边聚聚，我嘱咐大伙儿几句话。爸，我让你买的烟呢？儿子，一会儿给爸干点活，干不干？干啥？一会儿爸给你端着盆儿，你给这些人每个人发一盒烟，说一声谢谢，会不会？会，谢。不用谢。不用谢。你汪汪个小兔崽子真不厚道，断人后路啊！能不能把你那小崽子给我整走？还让不让我说话了？马上，你说吧啊！几百斤的东西都在4个人肩上，一会儿都夹着点小心。东家盖回房子不容易，都别稀了马哈的啊！岁数大的就别往前凑了，站在旁边给照个管就行了。尤其是老钱家这俩老头，还有老茄包子，就别往前凑了。哎，老茄包子呢？听着了，尿泡尿的功夫叫魂似的。所有在屋里干活的人都给我从屋里出来。掌柜的，你不是自己编了副对联吗？贴上吧。哎，你去吧。听人家说上梁的时候不让老娘们看热闹。走，啥年月了，还讲究这个？有我的地方，就得有你。梁架南北，长行日月运，上梁大吉。行啊，掌柜的，小词儿整挺硬啊。照这么说，天下的钱这不都成你们家的了啊？这话让你说的水平太洼。本来人家就姓钱，儿子都叫钱多，还能缺钱？儿子，这活儿你来干。儿子，贴错了。错就错了。大吉大利，这就算是到了。那个老头，把那红布给我，我系个红绫子。上梁喽！咱往后点，别耽误人家干活。我这离着老远呢，哪能影响到他们？你没听工头说吗？让老娘们都离着远点儿。你说谁老娘们呢？你信不信？许多年前这熟悉的感觉怎么又回来了呢？你信不信我不跟你一样？你刚才那出跟小学4年级骑我身上扇嘴巴子的时候一样的。你还有完没完了？你信不信？自己的儿子啥时候找个这样的媳妇儿？我不在家没事吧？没事儿，你就安排一个主事人就行，到时候有点啥事儿，能有个人替你拿主意就行了。那我明天就先出趟门，你有事儿就找我二大爷和四叔就行。你又要干啥去？我去趟旧丈人那儿。你搁哪儿又讨得来个旧丈人呢？是那个养鹿的？嗯。找他干啥？给你再整2瓶子鹿茸人参酒。
擦这么干净干啥呀？一会儿给校长送回去。你能不能跟你们校长说一声，借我骑一趟？你会骑吗？太小瞧人了。我会骑的时候，你都不一定见过呢。你要干啥去啊？爸说想二舅了，让我带他去一趟清风山鹿场。这哇哇都是啥时候事儿啊？不是你让我带你去的吗？怎么还成了我主动要求的了？哎，你可慢着点儿，这车可冲了，稍使点劲儿就40-50迈。放心吧，比这还大还猛的都骑过。比这大的有吗？挎斗子，编三车。爸，你猫点腰，往我脊梁后边躲着点，我要开搂了啊！二舅，你咋来了呢？英子女婿让我带他来看看你，请进。他跟你来到底是干啥呀？哥，二哥是过去了，你听我跟你说，钱是英多集团几大板块之一。二舅，晚辈来看看你，带点东西不是应该的吗？那也不用拿这么多呀。听我爸说山里买东西不方便，就给你多买了点日常必需品。好，好。二舅，咱们这儿还出鹿茸人参酒吗？出啊。那你领我去酒坊看看呗。呵呵，好。爸，这不是你喜欢喝的那种酒吗？老样子又出来晒太阳了！汪汪的，你他妈吓我一跳！今天也没下雨，你怎么还冒头了呢？我妹夫跟外甥女婿来看我，我领他们溜达溜达。上哪儿溜达不好，非往这儿领。二舅，这老爷子我得怎么称呼啊？叫大哥、小哥都行。老犊子，你咋不让他管我叫老爷呢？那我就叫你一声叔吧。哼，叔，咱这烧锅现在不天天烧酒啊？哼，天天烧还不得赔死？可是我看外边好多地方都卖老边烧锅呀。哼，你家那是真老边，咱现在要敢打人家的招牌，牙都得让人家打不顶上去。干点正经事儿吧，闲话回前屋再说。整点酒。今天想喝哪个呀？汪汪的，咱家亲戚都挺有量啊，一提一提的尝。外甥女婿给你买的，你瞅瞅这是干啥呀？叔，那种鹿茸人参泡的酒还有吗？有是有，可那么贵的东西上边知道数。叔，咱正常买。想要多少？上那屋开个票子，我开柜给你拿。来10瓶吧。少买2瓶，先看看能不能喝服。反正离着也不远，喝好了再来买就行。董长贵，钱一文。我这有几瓶，反正就是年头多了，皮毛不咋好看了。存这么多年了，你自己留着喝吧。我可享受不了那玩意儿，一股药汤子味儿，喝多了还……二舅，这酒后和我之前喝的不是一个味儿啊。那能一个味儿吗？现在出的和以往出的差了几个成色呢。再有一个，下料还是按着方子来的，可常喝的人都说没以前劲儿大，不管用了。你爸说你有正用，还有几瓶，你都拿走吧。12瓶，我都不知道我有这么多。二舅，挺贵的，你留着喝吧。贵啥？我这也没花钱，小老百姓谁能舍得花这大价钱买它？管那么严，你是怎么拿出来的呀？这还不简单，敲碎2个瓶子往墙旮旯一堆就报匪了。咱这几瓶算啥？哪任厂长家里不是成箱成箱的？大家都在拿，你不拿我不拿，你让领导怎么放心的拿？二舅，烧锅掌柜的叫啥名啊？哼，老边烧锅，你说掌柜的叫啥名？我是问老边全名叫啥？就叫老边，在这儿待了那么长时间，也没人问过他大号。
那老头子可倔了，背地里大伙儿都管他叫老倔。倔到啥程度啊？再倔也就二大爷那程度到头了吧？你二大爷咋倔的我不知道。我给你说一个事儿，当年请老边来的时候，县里给他2个儿女安排了工作，才把人家请来的。有时候拿这个威胁老边，他都没在乎。你也干过放映员，知道这里边的事儿。现如今整个正式工作多难呐！二舅，老边现在在哪儿呢？又回吉春了，听说干得挺大。老边走的时候没给带个徒弟吗？哼，闹得不欢而散，还给你带徒弟，美死你了！现在的厂长安排了他的一个亲戚烧酒呢，天天喝大酒，身上那味儿比酒缸味儿还大。你要想知道酒度数，闻闻他准错不了。二舅，现在这鹿场谁是领导啊？镇上一个姓柳的副镇长在这儿兼职呢。现在的这个厂长，我旺旺都快想不起来他长几只眼睛了。怎么换这么勤？这块骨头让你吃，你干嘛？二舅这话听着怎么有点埋汰了呢？我就是一个比方。看来想要见见厂长，还得去镇里了。你要见他干啥？我想和他研究一下，怎么能把这鹿场好好利用一下。你可千万别往里趟啊！我可不能看着你崴到这里头。不是没人打过这主意，可最后都自己打了退堂鼓。放心吧，二舅，我不能蛮干。二舅，假如现在要恢复生产，人参和鹿茸有存货吗？你好像想偏了，鹿茸和人参都不是事儿。二舅，鹿茸和人参是不是最重要的原料吗？手里掐着钱，人参和鹿茸哪儿还买不着？二舅，人参、鹿茸都不重要，那什么才是重要的呢？这酒和老边的比，得差3个筋斗云带2个钱趴子那么远。但凡有口别的，我都不喝他这马尿汤子。你拿来的是不是老边烧锅？你品品，这才是真正的老边烧锅。第一个关键点我记下了，品质。第2个关键点，生产成本。刚才说的就只当是你全做到了。我就问问你，酒塔出来了，你卖给谁去？平常老百姓喝的酒，像这种装瓶的酒，再贵也超不过2块钱去。鹿茸、人参酒光成本都快2块钱了，老百姓谁能买得起？第3个关键点，销路。二舅，还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吗？有产量不愁卖，买卖不就这点事儿吗？二舅，那配方也算是机密了，不是也挺关键吗？嗨，啥机密压密的，20几种中药我都能一样一样给你念叨出来。这不太可能吧？你都能接触到配方？前世为了一降糖药方，我费尽了心机，也花了很多钱，最后还往往是假的。2天半新鲜的，我看那个破盒子现在就在烧酒师傅那桌子上放着呢，连锁头都坏了。二舅，咱那配方是怎么来的呀？现在知识产权归谁啊？知识产权？58年国家征集验方的时候，从大地主冯广才手里缴上来的。现在在谁手里呢？专人专管，轮到谁当厂长，那个紫檀盒子就在谁手里。这酒是在哪一任厂长那里发现不对的？自打第4任王厂长走了之后，这酒就完犊子了。第4个关键点，核心技术。老厂长，他走了。二舅，王厂长今年高寿啊？岁数倒不大，才68，可惜啊，身体一直不咋好。回去下坡了，你咋没有来时候跑得快了呢？爸，你喝酒了，我怕你把不住。这么小的一个地方，都不比三合堡大多少，说是个乡都勉强，怎么还设了个镇呢？同志，去清风山鹿场好不好走？你打听这个干啥？听说那儿出的酒不错，想去买点。听说滑坡了，连自行车都过不去。你这不是瞪眼睛说瞎话吗？我刚回来，能不知道吗？唉，董站长，看来咱们是白来一趟了。啊？看来局长交给咱俩的任务算是完不成了。那咋整？回去等着挨揍呗。你们真要去鹿场买酒？
我们局长喝过那儿出的酒，感觉不错，要买点给职工发发福利。哪个局啊？能用多少啊？文化的马上挂除了，按规矩要送戏下乡。新来的李局长说要鼓励一下大家的情绪，也就是400多瓶吧。400斤？真的假的？说啥都白扯了，抓紧回去交差吧。连场子都没到，回去怎么交代啊？我有啥办法？要是走着去，你可别指望着我。唉，两位同志，留步！啥事儿啊？你可真能往我们领导脸上贴金。就我们那清水炸饭，这么贵的酒一发就是4瓶，我们过年发点肥皂，他都恨不得拿蒜缸子怼碎了，拿掏耳茬咬着发。一买就是400斤，这是有多大的病？一下子要买这么多？这个破烂摊子，惦记的人还不少。我看见也行，不成也不搭啥。另外也能把咱家里那点烟酒带出去。文化的同志来了，怎么也不提前打声招呼？你看，我们一点准备都没有。单位里的一点小事情，也没想着兴师动众。刘镇长，要酒的事儿，你和小钱说就行。刘领导，现在咱们的存货够400瓶吗？现生产也快。现生产，泡发药材的时间怎么着也得20天吧？难道用的是热浸法？400瓶倒不算多，但库存稍显不足，定好了就得马上安排生产了。领导，该走的程序咱得有，我先给你交点定金吧。乡里乡亲的，不用那个。我给你开张收据。不用了吧？我还能信不过领导吗？你看看你，刚还说要公事训办呢。柳领导是在镇上住还是通勤？通勤。那我就先不打扰了。今天晚上我做东，在吉春小聚一下。爸，你能不能把摩托骑回去？哼，我哪会摆弄这玩意儿？你当是驴呢？你今天不打算回家了？要不然给树果打个电话，让他来接我。行。家里那么忙，你怎么还跑来了呢？李哥，有点忙，你得帮我。说啥帮忙？有事你说就完了。第一件，帮我找一个人，清风山镇副领导柳敬不年，今天晚上我要约到他，派人高交至一同。咋的了？用不用叫几个硬实的弟兄？我要请人家吃饭，又不是找人家火拼，到时候你能来作陪就行了。我还寻思你跟人家搂起来了呢。第二件呢？我身上没带钱，你借我点儿。好。画腹田言，这是我答应你的药酒，也是第3件事。今晚你务必帮我把效果试出来。你愁啥？我还能再给你掏出4个菜啊！这一大书包呢，再来一瓶。真有这上面说的那么神吗？反正别人一试一个准儿，有那么邪乎吗？咱一件一件办，我给你从单位拿点钱去。走，给你打听事儿去。你自己去吧，我还有点别的事情要办。农机公司，你有熟人吗？有。你打听这个干啥？总拿毛驴子倒腾，也不是个事儿啊。要不我看你直接整个大东风得了，省得老换。拉倒吧，给我都养活不起。听说汽油老是涨价，用不起啊。你要是能天天满载，就不嫌汽油贵了。你直接去找江富贵，那是我亲叔丈人。我先去给你打听那个柳岩，亏得我多嘱咐了2句，还没喝呢就这样了。柳敬言，男的，
清风山镇的副领导，用不用我给你写脑门上？柳敬言，柳敬言，叫柳岩多好，又大气又好记。这个是哪里？千万别多喝，就2两半，喝出事儿了我可不负责任。去你的吧！看来让自己给猜着了，年轻人的功课做得还真挺足。柳领导又见面了。你好，你好，你们怎么知道我住这儿的？吉春才多大个地方？这位是药材公司采购股长李长风，我生意上的合作伙伴。柳领导，缘分呐！正好到饭点了，我请你吃顿便饭吧。李哥，哪能让你破费？柳领导，咱今天就喝这个酒，免了吧。我向来不喝酒，别的酒可以不喝，这老边说柳镇长一定得尝尝。不瞒你说，我在大院里打听过，都说你是年轻领导当中少有的新锐人物，所以才敢和你提这个想法。我说的对与不对，只当咱们群众一起讨论形势了。行，咱们就一乘风破浪；不行，只当我没说。柳领导，我想和你商量一下，看咱们能否走走联合经营的路子。联合经营？政策上的事情，柳领导肯定比我懂得多，我就不班门弄斧了。反正我就是从一个小老百姓的角度，感觉到形势马上要大变了。大方向倒是很明确的，只是咱们这儿太偏僻了，这股浪潮还没到咱们这边呢。试点都搞了好几年了，全面推广不是迟早的事情吗？在这个时候，要是哪位领导能率先走出这一步，那等到春风漫卷时，这样的有识之士可绝对是排头兵啊！眼下虽然好了，但吉春既没资源又没地理优势，就算是8级台风吹到这里，也只剩下一点风丝儿了。作为领导，居安思危是对的，可咱30岁不拼，难道等着60岁的时候去和人拼退休金吗？假如我同意了，我是说假如我同意了，你打算怎么干？最直接的就是我把鹿场承包下来，你给我定个合理化指标，我来完成，一切运营都算我的，我自负盈亏。柳领导，马厂长的事迹一定比我还熟悉吧？这个模式我知道，可在咱们吉春也没有过先例呀，张口闭口都是不情愿，看来没有一剂猛药是治不了他的大病了。柳领导，小岗村干的是随大流的事儿吗？有先例可借鉴吗？要是当年那18个人不敢为人先，哪有今天的连坦承包作业制？一个公家的事儿，我也不能一个人做主。如果柳领导有顾虑，那咱们就别把动静搞得太大。我这里还有一个神不知鬼不觉的打法。你还有其他思路？柳领导，这个办法安全，但你就得跟着操点心了。我们且不谈承包，我提出一个质量标准，清风山按我的要求生产，成本核算后给我一个合理的价格，比如3块之内。这不还是你买我卖的关系吗？刚才给你机会了，你也不中用啊。 3块以内，这价格也太低了吧？柳领导，我有个心理底线价格3块3，至于能申请到什么价格，你自己努力。如果上边批准了3块批发给我，那这3毛……这可不行，公家的钱万不能这个了。你刚才说要有自己的标准，具体是怎么个标准？这好像不太好办啊。我来解决，只是成本可能就要增加一点了。咱也没有小瓶子呀，这一换，成本可是又上去了。瓶子算我的。换个瓶子也不是什么大事，就不用批条了吧？柳领导，那可不行，鹿场的主心骨还是你，领导不批准我就随便来，那不乱套了吗？合作愉快。不过是卖了点酒给你，这也叫合作？
刘领导，话说到这份上了，我得跟你告个罪。你说文化馆的事儿不算个事儿，你们经商的玩点策略也在情理之中。刘领导，改天我是不是得去清风山先报个到？不用客气，对外我是厂长，私下里我们尽可兄弟相称。你今天说的这些和你以前说的也对不上号啊。怎么对不上号了？你说你一直没离开过孙江，可刚才怎么又说你到过那么多的地方？我是想拉近和他的距离，瞎编的。走，咱俩换个地方，你接着给我编。编的还挺吸引人。没吃过肥猪肉，我还没见过肥猪肘吗？我虽然没去过那些地方，没经历过那些事儿，可我也是念过9年大书的人，不会通过书本、录像带学习吗？下一步打算怎么办？我正想问你，像王炳春这样的老客，你认识多少？知根知底的就4、5个吧。这么贵的酒，指望本地人买，最后都得变成藏品，所以必须得早点给他找到合适的土壤。等你产品出来了，我再带你去逐个找他们。李哥，销售的事儿就先交给你吧，做起来了，我让你8层皮儿。你这是说啥呢？该是你应拿的，兄弟一定给你，不然我也不安心。但你得保证给我介绍的都是混大场面的人。那是自然，你这东西小地方也没人能买得起。不早了，今晚就睡在我家吧，离这儿不远。李哥，我就不去了，我较轻，鼓捣被子那点事儿我都睡不着。被窝里起新风，谁能睡着？不去我家，那你去哪儿？我这儿有个朋友，找他再喝点儿。男的女的？男的。装着一兜子的药酒，去找个男的喝？爱信不信。只要不重样，甭管昨天的还是前天的，都来上一份。你老丈人没说这事儿能给办到个啥程度啊？大姑父，听意思判肯定是得判了，努力的方向只能是尽量少判了。我汪汪的拎着耳朵跟他说，这个孽种他就是不听。大姑父，都这时候了，就别说这话了，走吧，好像是检票了。不必抬头，我就知道说话的是谁，也知道他们在说谁。汪汪的，那不是盲流子干的事儿吗？睡得还挺好，好歹这一宿挺消停的。咋的啦？不是找人去了吗？是价格没谈拢，还是你不行，自己退出来了？滚犊子！你怎么不住店呢？啥都没带。没带？满大街药店买呀！滚蛋！我是说身份证、介绍信都没带。住不了店，你找我去啊！你有准地方吗？我哪知道你在哪个嫂子那儿啊？玩笑虽夸张，不过还真没毛病。李哥，我那酒怎么样？可别说了，太汪糟践人。大哥呀，没闭口串血也算你身子虚了。你还别说，你这玩意儿还真不错，都说好。李哥，这酒虽好，可不要贪杯哦。今天干啥？是不是得去青城山报道了？那不是最要紧的。李哥，三门刘家去了吗？拿到货了吗？没啥玩意儿，就拿回来2副熊胆。常年在山里跑着，怎么可能就这点玩意儿？你一个生面孔，人家还能真给你亮底儿，能拿回2副胆来，我看就不错了。兄弟，你那个点我是去了，但除了三门刘家那点东西，别的我都没碰。你要是不说你不想干，我也不能插手。李哥，你说远了，咱哥俩不至于因为这事犯猜疑，谁挣着钱了，大家都高兴。只是我得提醒你一句，犯病的事情干不长，还是少碰的好。打酒啊！我找你们老板。
有啥事儿跟我说就行。我买酒。那你就说打酒不就得了吗？还找老板，老板身上能给你往出滴的酒啊？这老头儿要是跟我二大爷在一块儿，不到1天准能干冒烟喽。打多少？我能先尝尝吗？这个不行。这个也不行。就是这个了。小伙子，你也不打听打听价？边师傅，不用打听，我就是奔着这53度的陈高粱酒来的。你打哪儿来？清风山。那破地方还没黄呢？没有，而且我想把它好好经营起来。哼，你打多少酒？400斤。400斤，你是来逗闷子的吧？边师傅，这是定金。400斤都要好酒，看来得单给你开一个窖了。小伙子，在清风山上管点啥呀？边师傅，我刚来，管的是怎么能让清风山鹿场起死回生。难，世上无难事，只怕有心人。有些事儿不是光有心就行啊。咱爷俩喝一口，你出酒，我出菜，有啥话是坐这儿说不了的。行，现在就能定。不行，你就算把我灌懵了也没用。老边头子从来不说没边的酒话。爷们儿痛快，那我就有啥说啥。可拉倒吧，我可不干这没谱的事儿了。当年那个领导差点没把肋巴条子拍折了，做的那些个保证有用了吗？爷们儿，现在是咱们爷俩说话，和那时候不一样了。边师傅，要不然这样，我不耽误你的买卖，你这边的酒坊该开你还开着，关键的时候你去给我把把关，我还按你原来的待遇给你开工资。清风山上有点好玩意儿，可惜呀，没个好人经管。边师傅，那咱们这事儿就算是这么定下来呗。多大点事儿，还得开回祠堂是咋的？那我明天回去可就开始收拾了，3、2天我就来接你。应下了，我瞅我帮你把前头，一线做不到，八抬大轿来了，也别想让我再回清风山。边师傅，你有要求尽管提，只要是不违法，咱都好商量。第一，砸我自己饭碗的事儿我不干，买啥样粮食，用啥样的曲子，酒流子怎么掐，可都得听我的。边师傅，专业上的事情本来就该听你的，只要是保证品质的要求，我都依你。别的事儿我也懒得费那心思去管。颠码头，扬曲子啦！还有别的事儿没有？边师傅，你先忙着，我先去办点别的事儿，晚点再来。边师傅，你知道原来的王厂长住哪儿吗？住哪儿？住家里呗，还能上山啊？这老头说话是真有点劲头。他家在哪儿啊？出了这条胡同，顺大道一直往西走。你找谁呀？您是王厂长吗？啥厂长？多少年前的事儿了。老厂长，我打清风山来，代表单位来看看您。来就来呗，还买啥东西？小伙恕我眼拙，怎么没认出来你是哪位呢？我刚来不久，就接到了这么光荣的任务，代表组织来慰问您。海中，真是想不到啊，组织上还惦记着我啊。王厂长，我这次来还有点业务上的事情要向您请教，您帮忙给看看，这酒怎么不对劲儿呢？咋不对劲儿了？您看看，最近产的酒不光劲道不足，单从褐度上来看就已经很明显了。好像是不太一样。照方子抓药，咋还能整成这熊色儿呢？王厂长，
要不然您受累回去帮着指点指点。老骨头老肉的，经不起车马折腾了。哎呀，这可如何是好呢？让他们多上上心，只要是按着方子来，应该就错不了。实在不行的话，就多试几次。这400斤酒买药材得花多少钱？我现在就给您。100斤得合20块吧？斤酒的药材成本2毛钱，还不算黑。厂子里还有人参和鹿茸吧？有就好。我说的这个价不包括这2样。有吧？王厂长，我听刘厂长说，这批药酒是要送到省里给大领导的。您配的这个肯定错不了吧？要是有差错，咱可担待不起啊！你就放100个心吧，我配的药保证错不了。老头这话说的底气十足，看来自己的推测是正确的。王厂长，身体不好就别远送了，您回屋吧，别再摔着。明天一早我来拿药。你咋又回来了？咱爷俩喝点。家里有事儿，今天得早回。主要是想和叔唠会儿嗑。那400斤酒啥时候要？现在要，我现在就给你开窖。老王头子把方子给你了，就算他给了我觉得和紫檀盒子里那张也没区别。你小子这知道神仙各执一样法器，想把各路神仙都聚齐呀？可哪有那么容易？不说别的，方子到了老王头子手里，他还能往出吐？边叔，反正现在他肯卖给咱们，就先吃点亏，从他那儿买吧。边叔，你觉得这个鹿场当年是怎么衰败的呢？就3个事儿。你出来干啥呀？快回去！这一觉醒来，人又没影了。这就要走？妈，你怎么起这么早？昨天睡得早，饭夜了，起来给你做口饭吃。暖心暖胃的热乎饭，说什么都得吃上一口。这2天你忙忙叨叨的，在外边都干啥呢？妈，在吉春办买卖上的事儿，这2天就完事儿了。一个人在外边，加点小心，把这鸡蛋吃了。妈，我走了。慢点骑。啥时候学会骑这玩意儿了呢？以前也没摸过呀。这老家伙老了，变得又滑又精，怕你看出来，还给你加工一遍。这个老头一看就是人精，人精个六！哼，敬着他是个厂长，不敬着他是个啥？当年我跟他干好几仗呢。边叔，他怎么得罪你了？啥都想管，还啥也不明白。边叔，我是来找你算账的，和你个批发价，1年陈酒9毛1斤，不算我老头子黑吧？不贵不贵。这事儿我看就不用合同了吧？大体上没什么问题，只是你看看这里还有这条，能不能改改？领导，这个价格我定高了，你要是能包销，那肯定是得再便宜点啊。你就按2块9定吧。好，那就按柳领导的意思来吧。你刚才提到的二舅是谁？山上喂鹿的老刘头，是我旧丈人。我说怎么对情况这么了解？咱们的事情他不知道，我也没打算让他知道。做得对，那个李股长你也别让他知道了，知道的人越少，对你越有好处。咱们一同努力，职责范围内的合理要求，我一定尽量满足。刘领导，少不了麻烦你，鹿场还是在你的治下，该你操的心一样也省不下。外甥女婿啊，你不是真要把这破摊子盘下来吧？你都跟我说那么多了，我还能接了吗？你们刘厂长让我帮着管管，过2天咱爷俩就是工友了。那还行，你就信二舅的，二舅能给你窟窿瞧上吗？工友，你要来鹿场上班？不但我来，过几天老边还得回来呢。这回好了，以后再不用喝那马尿汤子了。以后好酒咱管够。刘厂长让你来管理，你是正式职工了？二舅，编制的事儿哪有那么好办啊？我是临时工。临时工啊，那还不抵你二舅呢。
11.6块，就算把未知的都再加进来，也不过13、14块吧。这个王厂长还真是个做买卖的材料，400斤酒的药，挣了我几十块。1天才回来，不回来才好呢。我听爸说你要把二舅那个鹿场包下来。媳妇儿，眼下还不算是包下来了。这么说，用不着咱们出钱？钱一文，运营还是得有花费，不过你不用担心，我自有安排。不知道怎么回事，这2天就丝丝拉拉的疼。那明天快上县里再看看去吧。没啥大事儿，一阵一阵的，过2分钟就好了。那也不能大意。正好有摩托，我现在就驮着你上平安县看一眼呢。净扯，做那玩意儿没事也惦出事儿了。办完了，办完了。这也不算承包啊，你还得去给管事儿。那么破烂的摊子，你可咋能拾掇出来啊？爸，咱家不是这么多人吗？干这么大的事儿，就指着你家这几个老干棒子？爸，你就别跟着着急了，一会儿吃饭的时候我给你们说说，你就都明白了。你要名没名，要份没份的，就这么去白给他干活？我图的可不是那个，再说也没让咱白干活，还给开30多块工资呢。那点工资都不够你二大爷撅1个小时挣得多。说你俩的，你骂我干什么玩意儿？没说你啥，我说你拿秤杆子一秤一秤的撅药材。二大爷，等完事了一块擦吧。双层的玻璃，等安完了里边的就够不着了。温死的苍蝇，刚安上玻璃就往上拉屎。这么光滑的玻璃，他也不怕劈了大胯。今天墙抹完，明天就要平屋里地面了。你这屋地是铺砖还是打水泥地面？当然是得铺砖了。啊？盖这么好的大房子，屋地你要铺砖？抹个水泥地面多好啊！肖队长，我说的是瓷砖啊，那可又得不少钱呢。肖队长，花点钱没事儿，主要是图个干净。厨房呢？所有地面都用瓷砖，厨房就算了吧。肖队长，我把后续的事儿交代一下，明天还得走，从房根到南院墙都打上水泥地面，仓房地面也用水泥，晒药材怕潮。大门宽点高点留着，就照着大东风后筒子里站着李长风，还刮不掉他脑袋那么高。掌柜的，瓷砖和大门我都没给你打算啊。没事儿，现在就打算也来得及。这和原来差别太大了。瓷砖有没有货都不一定，我今天就得回去一趟。肖队长，有账不怕算，你就抓紧办吧，别再因为点瓷砖还得从柴山往回县发货，那可耽误事儿了。明天把摩托给我骑回来，我还有事儿呢。你打这么大片的水泥地，得费多少水泥呀？水泥地上晾药材，干得快啊！你全整成水泥的了，吃个葱蒜怎么办？咱家好几个房厂呢，还能缺了你菜吃？我还准备在树底下整段石头桌子，以后你就能坐这树底下喝酒了。姐夫，你怎么跑那么快呢？我喊你好几声，你都没听见。啥时候事儿呢？我怎么没看着你呢？我俩就在电站旁边那苞米地头站着了。我跟四凤子一起喊，你都没听着，呼一下子就过去了。你俩上苞米地头干啥去了？人民教师也关心苞米产量，这心都不够你操的了。你真喊我了？那我还忽悠你干啥呀？钱多呢，我给他拿了一包糖。人家一个姑娘姐儿，你别老啥都说。你看看四凤子都抹不开了。这俩死孩崽子，家里有啥不知道啊？一个人不留，都跑出来了。
妈，没过门你就骂，这也太不客气了吧？家里有点好东西，你是真不怕别人知道啊？又没有外人，你侄子的东西你还能惦记啊？我要是去了，我也不惦记那玩意儿。正好今天咱家人都在，我把清风山的事情和你们仔细说说。衰败呢，陆长陆场以药酒的适量和眼角，也找合作伙伴了。我看呐，还是慎着点对。东西倒是好东西，可那么大的价钱，你卖给谁去？四叔，东西贵点是不假，但你得看在哪儿说。要是在那些有钱人眼里，只要是东西好，这6块5毛钱一瓶，对人家真不算啥。不是4块8一瓶吗？你还要涨价呀？爸，涨价是必然的，而且要有序的、多轮的涨。真需要的是当药买的，就算卖成茅台的价格，他也认可掏。不需要的，就算你卖2块钱一瓶，也比普通的散酒贵1半呢。该不喝的还是舍不得花这钱。提价，我看最好慎着点，别签那个什么包销合同，万一生产太多卖不出去就窝囊了。我看收药材就挺好，操那心干啥？要不咱先别大扑腾，找像李哥那样的人问问，大伙儿都说行了，咱再动手。媳妇儿，我不但和李哥说了，还让他试了呢。那他同意你干这事儿吗？你说呢？我们不能老是站在三合堡的角度来考虑问题。三合堡人消费不起的东西，不意味着发达地区也不能接受。我们要三合堡，你还要上天咋的？妈，咱得往长远看。形势大好，咱不趁着东风干一番事业，白白浪费这机会了。你要往出扑腾，还盖这么大个房子干啥？妈，心走得再远，也总得有累的时候。等到想回来歇脚的时候，我总得有个铺头啊。这是要把我们娘儿几个扔下呀？还算有心，知道给我们这老老少少的整个大点的窝棚。妈，我也就是在清风山路场待一段，又不是出国。你看看你，妈，这点路程算个啥呀？在将来，上下班的距离都比这远。将来的事儿哪是那么好预料的？妈，就算是将来我走再远，咱们一家人也在一块儿，不分开。妈，他有心往大了抛扬，咱得支持他，总比他跑到林场那小屋里打麻将、推牌九强吧？你看看，还是我媳妇儿。你他妈变着法的说我不懂事儿，当我听不出来呢？再说，柳领导也口头承诺我了，要是咱们干出成绩了，他帮着向上边申请资金。那天我看他磨磨唧唧那样，也不是啥痛快人。要是缺钱就说话。爸，你的钱我可不敢动，我怕有人偷着骂我。我说了，你们可别着急啊。这400斤酒，咱1分钱也拿不回来。400斤酒，底子钱就得1000多块了，你总得琢磨着回个本儿吧？爸，不但回不了本儿，连瓶子我都打算搭进去。这干的是啥买卖？你小子是不是发烧了？买卖人都贼，哪有眼看着赔钱的道理？你们先听姐夫把话说完，再发表意见也不迟。鹿茸人参酒虽好，但光靠说不行，得让大家都能体验到。虽然慢慢的让市场接受也不是不行，但眼下得抓紧把这第一炮打响。如果第一炮打不响，东西再好也会被市场抛弃。南方沿海的、燕京的、护城的都有。依我看，多少收点8成也影响不了啥。只要药酒品质过硬，试过之后，价格就不是关键问题了。怎么了？这些事儿不是你和他们学的，难道还是你自己想出来的？那倒是，个个是人才，说话还好听。那你怎么不早点拿出来用？早也用不上啊。
推牌九、打扑克，哪用得上这些玩意儿？才收了一点点黄芪种子，这扯不扯呢？得亏驴没在家，驴要是在家，我就得当马料豆子给毛驴子吃喽。下一步打算干啥？用不用我们这帮人？肚子老是一阵阵的疼，可不行，还是去大医院看一眼吧。钱要挣，可和你比起来，那都是小事儿。二大爷，等到了省城抽空先办要紧事。都这么多年了，还差这几天了。他俩上后院干活去，你跟着干啥？我都听着了，他俩要跑。要不我不去了。肚子里的要紧。媳妇儿，我去清风山取酒，李哥去买瓶子，让嫂子陪你溜达溜达吧。嫂子，你点受累，我媳妇儿就交给你了。你就放心吧，保证给你捯饬的跟换个媳妇儿似的。就按嫂子这标准就行。按我这标准，这么漂亮的媳妇儿，那不是糟践人吗？兄弟，娶了这样的媳妇儿，福气呀！怎么了？真是1分钱也不给你错花呀！想让他烫烫头发，他说没时间伺候。我说买个包，他又说一个包比这几个人去春城的车票都贵了。头发不烫就不烫了，外套我觉得还是该买啊。嫂子这个包可真好看。哎呀，忘了给孩子买作业本儿。李哥，没买着。玻璃厂连半斤的都没有，更别说2两半的了。等嫂子一会儿啊，她还没出来呢。等她干啥？她一会儿出来自己就回家了，又不和咱们一起去。等一会儿吧，总得告个别。规矩还挺多。那是，四有青年嘛。没个紧慢，我忙得要死，你还有闲心逛商店？不是买作业本去了吗？这咋又买了个包？一天天的就知道包。不是我买的，弟妹的。啊，这老娘们这是咋了？头回见面就这么大方，这是糊了多少个清一色杠上开？挎上，我看看。嫂子，你这是干啥？你挎上可真带劲儿。这衣服20多块呢，你买它干啥？钱不就是花的吗？好看。我还不知道好看，太贵了。这包我拿它干啥呀？有啥装的呀？给你买你就拿着得了，这不是也没空着吗？你这都是啥时候和嫂子说的呀？我咋都不知道。有些时候说话是用不着嘴的。等有空了，我再慢慢给你把包里该有的东西都填满。有啥可装的？媳妇儿，票放你这儿吧。你看你又塞裤袋子里了，这包不是白买了吗？到底还是有胆子大的，倒腾药都不背人了。李哥，要见的人都联系过了吗？这点事儿还用你惦记？早都联系好了，一共10个人，正好2天跑完。那可得紧着跑，省城可不比吉春。不怕，王炳春正好没事儿，他开车带着咱们跑。那可太好了，可是别再耽误了人家生意。你当他是开供销社的呀？还得坐家里等着人来买。李哥，咱是到地方吃饭，还是先在这儿垫吧一口？到地方再吃吧。王炳春说晚上他安排。听我说了这9只之后，急得像个猴似的。你们说什么呢？弟妹，他一个人出门，你连问都不问一声，就不怕他跑别人家去？谁能得意他呀？你们说的是什么呀？那天去见柳领导的时候，我没带身份证，躺在这儿看了半宿的报纸。一点不遭罪，一边看报学习，还能一边看看热闹呢。这能有啥热闹可看？那天晚上我看见刘忠和王胜利了。你怎么还碰着他了呢？为了3万子，跑
跑省里找人平事儿，我就躺在这里听他们说了半天的话呢。